迪克宫江迷穿成了大理寺少卿的冲喜新娘，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傻子，可少卿大人却不相信。江迷表示压力山大，无奈之下，他只能扮猪吃虎，见招拆招。巷子口槐树下，几个妇人正凑在一起家长里短。江迷没想到吃瓜竟会吃到自己头上。听说了没？隔壁宋家那个昏迷了半月之久的大儿子醒过来了。不是说都让准备后事了吗？怎么就醒了？说是宋夫人前些天去寺庙祈福，半路遇见个道士，称宋公子命里有此一劫，只要找个八字相合的姑娘冲喜，便能化险为夷。这道士莫不是在湖州？谁说不是呢？可没想到啊，姑娘进门没2天，宋家公子就睁眼了。难不成那姑娘是福星转世？什么福星，就是个傻子，养到16、17还跟孩童似的，连话都听不明白。宋家好歹是大户人家，宋大公子还有官职在身，怎么就娶了个傻子？好人家的闺女哪里舍得嫁过来冲喜？再说了，宋家人纯良敦厚，不愿意害了人家姑娘。这傻子媳妇据说是家里继母凶悍，容不下她，要被卖给人伢子。宋夫人恰好路过，就把人买了回来。哦，原来我是这么嫁到宋家的。江迷刚来这个世界不久，关于原身的记忆一点都没有。他醒来时，人就已经在宋家了，脑子里只依稀带了些零碎的前世记忆。在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好像是个大夫，还会些拳脚功夫，可每试图想起更多的内容，就会头痛欲裂，索性就不想了。江迷往宋家走去，路过那片爬满梨花的院墙时，熟练地翻了进去，溜回屋子里。江迷困倦地打了个哈欠，爬上床榻就呼呼大睡。而正院那头，宋夫人听了丫鬟春桃的禀报，正急匆匆地朝着七无院赶来。少夫人何时不见的？约莫晌午过后，奴婢就出去了一会儿，回头就不见少夫人的身影了。宋家的院子并不大，不消一盏茶的功夫，宋夫人就到了七无院门口。春桃推开半掩着的房门，就被踏上的身影吓了一跳。少夫人。江迷迷迷糊糊坐起身，揉着眼睛看向门口。阿弥方才去哪儿了？没受伤吧？花花好看。阿弥喜欢梨花。梨好吃。你这丫头，梨树才刚开花呢，要吃果子得等立秋以后。上辈子当够了996的社畜，如今当个饭来张口的傻子，简直是神仙日子。阿弥乖，以后出门一定要让春桃跟着，知道吗？宋夫人平时不苟言笑，但对江迷似乎格外偏爱，耐着性子同他说了好一会子话，才离开。这么漂亮的女娃娃，要是个正常人该有多好。宋家这些年处境艰难，如今儿子醒了，希望不要怪我自作主张。次日，宋凛听说自己有了个傻子新娘，心里盘算着要摸清江迷的底细，便去了七无院。此时江迷正站在秋千上，双手抓着绳子，让秋千越荡越高，裙摆随风扬起，像只蝴蝶。飞呀飞呀！少夫人，上面危险，快下来！少夫人，下来吧，奴婢做了你最爱的酸枣糕，再不吃就凉了。宋凛看着此景，有那么一瞬的愣神，可突然一声惊呼，只见江迷从秋千上摔了下来，好巧不巧地落在了宋凛的怀里。啊！四目相对，江迷先是愣了愣，随即像是受了惊，抬手就给了宋凛一巴掌。清脆的巴掌声在院子里回荡，春桃和丫鬟们吓得捂住脸，魂都快没了。宋夫人赶紧上前，把江迷搂进怀里。阿弥莫怕，他不是坏人，是你的相公。江迷耷拉着脑袋，抿着唇不说话，像是吓坏了。宋夫人没好气地瞪了宋凛一眼，整天绷着一张脸，瞧把你媳妇儿吓的。江迷缩在宋夫人身后，眼角余光偷偷打量宋凛。这男人气质不错，眉目如画，眼神深邃，比宋家二郎宋池多了几分沉稳，比老妖宋墨多了几分气场。宋凛察觉到他直白的目光，刚要开口，江迷却立刻垂眸，恢复了那副傻愣愣的样子。果然有猫腻，愣着做甚？还不过来给你媳妇儿赔个不是？方才是我唐突了。江迷见好就收，笑着转身爬上秋千架，两条腿儿晃呀晃呀，继续扮演着傻姑娘的角色。阿弥这孩子挺乖的，就是脑子。总之你多担待吧，等有朝一日阿凛遇到心仪的女子，娘便做主，让你们和离，再收她做义女，养她一辈子。这个傻子恐怕没那么容易养。病去如抽丝，宋凛在家休整了2日，便去了衙门。江迷则老实了2天，见宋府一切照旧，便按耐不住，又偷偷翻墙跑了出去。张记的桃酥，李记的馄饨，香满园的大肘子，天雨楼的烧鸡，我来啦！饱餐一顿之后，江迷打包了2斤果脯，就准备打道回府。哪曾想，刚钻进一条小巷子，就被人用麻袋套了头。这丫头皮相不错，赶紧送春风楼，准能卖好价钱。大哥，她穿着绸缎，像是富贵人家，会不会惹麻烦？放心，我盯半天了，没人跟着，交了货咱立马走。二人正讨论着，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有人来了，赶紧把人弄上马车。绑匪意识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抬起江迷就扔进了一旁的马车里。江迷挣开套在头上的麻袋，就发现车上还有5个姑娘。你们也是被绑来的啊？忘了你们嘴巴被堵上了，我给你们拿开，你们可千万别喊啊！
听到这话，姑娘们战战兢兢地点头。江迷这才拿开他们嘴里的布巾。姐姐，他们要把我们卖进花楼，你救救我们吧。他们人高马大的，身上还有刀，我们几个加起来都不够他们砍的。那怎么办？我不想去那种地方。稍安勿躁，出了这条巷子，前面就是大街，一会儿只要马车停下来，你们就立马从后面跳下去。要是不停呢？不行，太高了，会摔断腿的。是啊，若是破了相，可怎么好？那就等着被卖吧。我跳，比起被卖进那阿扎的地方，我宁愿断一条腿。还有我。江迷见他们打定了主意，于是就开始帮他们解绳子。姑娘们得了自由，一个个朝着江迷投去感激的目光。外面的2个绑匪只顾着赶车，并未发现里面的异常。就在江迷准备带着几人脱身时，一直缩在角落里的一个小姑娘忽然怯怯地开口：“他们为什么没有绑你啊？你该不会是他们的同伙吧？”我好心救你们，不领情就算了，居然还倒打一耙，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姑奶奶我不管了。说完，江迷掀起后车帘子就要往下跳，一个年纪稍长的姑娘一把拉住了他。姐姐莫恼，我信你，子儿给这位姐姐道歉。道歉就免了，先脱身。小姑娘们嘴上应了，可到底还是害怕，迟迟不敢往下跳。眼看着马车就要入一旁的小巷子，江迷抬脚就把最前面的人踢了下去。1个、2个、3个，须臾之间，马车里就空了一半。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叫了一声，绑匪打开帘子一瞧，顿时火冒3丈。不好，人跑了！老廖，你赶车，我去把人抓回来。见绑匪发现了，江迷拎起角落里的小姑娘，准备将她丢下去。然而那小姑娘非但没有离开，还死死地拽着江迷的胳膊不撒手。跪坐在另一侧的姑娘突然起身，一个手刀砍在了江迷的脖子上，江迷晕了过去。绑匪没好气地踢了江迷一脚，骂声连连：“臭娘们，坏也好事，你们2个怎么看的人，居然让他们给跑了！大哥，别顾着生气了，把人抓回来要紧。这街上人来人往的，想要抓回来，谈何容易？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人弄出城。”打定主意，绑匪没再耽搁，驱赶着马车竟直奔着城门而去。江迷醒来时，人已在郊外的树林，马车外隐约传来说话声：“属下办事不力，还请总管大人责罚。废物，这点事都办不好，要你们何用？”总管息怒，这次当真是意外。江迷偷偷掀起车帘的一角，依稀瞧见一个身穿斗篷的黑衣人，还有刚刚那几个绑匪在不停地磕头求饶。江迷正琢磨着离开还是继续留下来听八卦，就见一道目光朝着他扫射过来。江迷索性不装了，揉着脖颈从马车上跳了下来。怎么回事？他不是被打晕了吗？你装晕？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正常人遇危险，要么宕机，要么逃跑。你们太冷静，甚至还质疑我，这很不对劲。既然一开始就知道，为何还要跟我们走？不跟你们走，怎么知道幕后主使是谁？愣着做什么？杀了他！绑匪们这才回神，纷纷掏出兵器围了上来。江迷看够了戏，也懒得再跟他们浪费口舌。一盏茶。江迷朝着几人比划了一根手指，随即出手，一阵拳打脚踢声过后，树林里还站着的就只剩下江迷一人。你究竟是谁？江迷将黑衣人踩在脚下，伸手摘下了他脸上的面具。果然是个太监。杀了我家主子不会放过你的。那就不让他知道好了。说罢，江迷转动手里的匕首，狠狠地捅进了黑衣人的胸口。1个时辰后，一队官差出现在了城郊树林。找到了，就是那辆马车。一行人飞奔而至，看到的却是满地的尸体。官差们不由得面面相觑。马车里是空的。绑匪身亡，2姑娘自练家子，黑衣男子面容被毁，疑似内讧互杀。就在官差收敛好尸体，准备回城复命时，一个官差发现了躲在山石后面的江迷。那里有人！冲在最前面的官差壮着胆子绕到石头后面，见到吓得眼泪汪汪的江迷，顿时松了口气。把刀收起来，别吓到小姑娘。这不是江家那个痴傻丫头吗？一个年轻的官差认出了江迷，怕大伙儿没听明白，他又补充了一句：“就是嫁到宋少卿府上冲喜的那个。”你认得他？说起来，我们还是邻居。他在村里经常被欺负，我还帮忙出过头呢。得知江迷是宋家的儿媳，官差们态度肉眼可见地恭敬了起来，不但亲自将她送回宋府，还给她买了好些零嘴。宋凛下衙回到府里，才听说江迷被解救的事。那几名官差也是乖觉，似乎想要卖他一个好，对外并未提起江迷被绑架一事。为此，宋夫人还给每个官差都封了红包，聊表谢意。前厅里，宋家人齐聚一堂，宋凛冷眼看着缩在宋夫人身后的江迷：“是我的疏忽，没看好阿弥，你别怪他，他今儿各受了惊吓，你就莫要凶他了。”是啊，大哥大嫂也是受害者。一家人都护着江迷，就连最小的宋墨也跟着点头。
儿子没有怪他的意思，只不过府里的下人未免太懒怠了些。府里什么时候丢了个人都不清楚，该罚。我已经罚了7无院的下人3个月的月银，说还有下一次，就将他们发卖出去。见母亲态度强硬，宋林也就没有追究，但不代表这事儿就过去了。江迷知道宋岭并不信任他，因此以后要格外小心。过了几日，宋夫人竟然意外地收到了成王府的请帖，还点名要江迷一起去。阿里，成王府送来了帖子，指明让阿弥一道去，这可如何是好啊？既是成王妃邀请，母亲带她去便是。可阿弥这2日，劳烦母亲多费心，教他规矩。儿子瞧着，他并不是个爱惹事的，看这些应该没什么问题。宋岭一番劝说，宋夫人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接下来几日，宋夫人便拿零嘴儿为饵，诱着江迷跟着她学规矩。江迷一看到吃食就两眼放光，自然是宋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尽管进度缓慢，可好歹是学会了一些基本的礼仪。去了王府要少说话，要寸步不离的跟着我，记住了吗？饿了就吃糖，若是有人问你话，你就冲着他笑。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成王妃生辰当日。宋夫人亲自帮江迷梳妆，又在他耳边唠叨了许久，才带着他出了7无院。今日正逢宋岭休沐，他亲自送了宋夫人和江迷去成王府。母亲不必紧张，不过一场宴会而已。今日受邀前往成王府的女眷不知凡几，成王妃事忙，怕是无暇顾及。宋夫人听他这么一说，也没有那么紧张了。而一旁的江迷安静地坐在一旁，竟打起了瞌睡。宋岭眼角余光打量着角落里过分安静的少女，不自觉地眯了眯眼。阿弥是个乖巧的孩子，以后见了他别板着一张脸。马车摇摇晃晃了小半个时辰，终于到了成王府门口。正如宋岭预料的那般，前来成王府赴宴的权贵络绎不绝。递上请帖后，宋夫人和江迷就由一个穿着体面的婆子领着进了内院。江迷头一回来这样的高门大宅，难免会感到新奇。宋夫人生怕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一路上都牢牢地牵着他的手。成王妃的寿宴设在王府后院的摘星楼，楼内金碧辉煌，8仙桌上摆满精致糕点与菜肴。宋夫人带着江迷刚进去，就看到成王妃在与众女眷谈笑风生，二人刚坐好，就引起了邓夫人的注意。这就是宋家冲喜的傻女，但还有几分模样。宋夫人见到此人，瞳孔骤缩，手指颤颤握成了拳。江迷扯了扯宋夫人的袖子，明显察觉到了宋夫人的不对劲。娘，这个婆婆是谁啊？你叫谁婆婆？你说话跟村口婆婆一样呀！你居然拿我跟那些市井泼妇相提并论！邓夫人听到这话，气得想要上前扇江迷巴掌，宋夫人赶紧挡在了江迷前面。邓夫人还请自重，阿弥小孩子心性，你贵为侍郎夫人，又何必跟他一般见识？是啊，邓夫人，你一个做长辈的，怎么还斤斤计较起来了？阿弥是吧？这位邓夫人啊，是你婆母的妹妹，论辈分，你该唤一声姨母。什么是姨母？江迷其实心里门清，邓夫人就是宋夫人娘家那个恶毒继妹。什么姨母，可别乱叫！就是别什么人都来攀高枝儿，我邓家可没这样的亲戚。邓夫人的长女也在一旁帮腔，那不可一世的模样和邓夫人如出一辙。宋夫人听了这话，脸色白了几分。阿弥没有乱叫，娘，他们好凶啊！阿弥害怕。江迷装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往宋夫人怀里躲了躲。这么一衬托，邓夫人母女俩就显得格外咄咄逼人。在场的夫人们看向邓夫人母亲的目光，瞬间变得意味深长起来。侍郎夫人素来和善，怎的说话如此刻薄？她若是个好性情的，侍郎府后院又怎会连庶子庶女都没有？邓夫人母女听着周围的窃窃私语，脸色一阵红一阵白。邓夫人狠狠地瞪了江迷一眼，努力扯出一抹笑容来。方才确实是我说话太大声了，我哪里知道他胆子这么小。既然知道阿弥胆小，还请侍郎夫人日后莫要再逗他。怕被人说，就别带出来啊！闭嘴，长辈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还不退下！邓家大姑娘不情不愿地抿着唇，转过身去。小女不懂事，还望宋夫人大人有大量。若我没记错的话，邓大姑娘17了吧？算起来比宋少夫人还大2岁呢。在场的夫人们也有看不惯邓家母女作为的，少不了要冷嘲热讽一番。邓夫人见状，只得硬着头皮让邓大姑娘出面道歉。邓大姑娘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眼含热泪就是不开口。邓夫人急得不行，只能代为开口。宋夫人见谅，是我将女无方。邓夫人这道歉毫无诚意啊。是啊，别光嘴上说啊，我瞧着你手上的镯子就很不错。就在邓夫人面红耳赤进退两难的时候，成王妃突然开口了。哪位是宋少卿的夫人？上前让本王妃瞧一瞧。邓夫人见成王妃替他们撑腰，立马挺直了腰杆，脸上的倨傲之色更是不加掩饰，妥妥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江迷见状非常不爽，蹦跳跳来到屋子的正中央，笑嘻嘻地看向成王妃。王妃娘娘是要替阿弥主持公道吗？众人都被他的话吓了一跳，傻姑娘江迷却浑然不觉，果真是个妙人儿。阿弥不懂事，说有冒犯的地方，还请王妃见谅。无妨。
程王妃朝丫鬟小声说了句什么，没多会儿，丫鬟便端着一个盘子绢花过来，看看可有喜欢的。江迷乐呵呵地看着那些精美的手工艺品，毫不客气地将整个盘子端走。多谢王妃赏赐，阿弥很喜欢。满盘都是哗然，江迷却不以为然，抱着盘子就向宋夫人炫耀起来。娘，王妃娘娘好大方啊！宋夫人听得胆战心惊，手足无措的就要拉着江迷下跪。王妃娘娘对阿弥真好，以后我能经常来王府做客吗？程王妃嘴角抽搐，一时语塞。身旁丫鬟见状，连忙上前打圆场。少夫人真是性情直率，王妃素来好客，自然欢迎。诸位，不如尝尝府里新酿的桂花酒。丫鬟将话题岔开，宋夫人暗自松了口气，拉着江迷就坐了回去。宴会渐入佳境，各家闺秀献艺助兴，唯有江迷一心扑在美食上，大快朵颐。阿弥慢些吃，小心噎着。他是饿死鬼投胎吧？瞧那馋样儿，真是没眼看。上不得台面的乡下土包子，真是给咱们大周的女眷丢脸。听到邓夫人母女的谈笑，周围宾客窃笑。宋夫人攥紧衣袖，强压怒火。江迷吃完肉，随手捡起骨头，一个弹指，准确无误地掉进了邓夫人张大的嘴里。啊！你这个贱婢，居然敢朝我扔骨头！邓夫人说着就要朝着江迷扑过去，江迷吓得缩了缩脖子。我不是故意的，还说不是故意的，我看你就是装傻，想要跟我过不去。邓夫人嫌恶地将手里的骨头丢到江迷面前，又狠狠地瞪了宋夫人一眼，说是不是你教唆他这么做的？当年你仗着嫡长的身份欺负我，后来我家老爷弃你选我，你便怀恨在心，想报复回来。季婉宁，你好歹毒的心思！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难为邓夫人还记着。就是我娘离你这么远，怎么可能欺负你？这位婆婆，你不要乱说。还有，分明是你们在背后说别人坏话，还倒打一耙。你叫谁婆婆？谁长得丑，谁就是婆婆。噗嗤，这傻姑娘可真敢说。周围的人都被她逗笑了，就连宋夫人都没忍住，笑得眉眼弯弯。你们别欺人太甚，别以为你儿子是大理寺少卿就了不起，只要我家老爷一句话，就能让他在京都混不下去。邓夫人好大的口气！就在一片嘈杂声中，成王领着一众男宾登上了摘星楼，开口呵斥邓夫人道：“正是他口中不值一提的大理寺少卿宋凛。”邓大人跟在成王身后，脸色早已黑如锅底。邓夫人瞧见自家老爷，立马换了副面孔，装起了柔弱：“老爷，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闭嘴！还嫌惹的麻烦不够多吗？说完，邓大人便冲着宋夫人和宋凛抱拳施礼。内子一时口无遮拦，还望二位莫要往心里去。爹，明明是他们无礼在先，江迷拿吃剩的骨头扔娘，肯定是宋夫人教唆的。邓家的教养似乎也没好到哪里去，长辈面前都敢信口雌黄，指手画脚，是在下教女无方，让大家看笑话了。好了，都坐下吧。今儿各是王妃的生辰，莫要因为姑娘家的口舌之争扫了兴致。成王一锤定音，将此事定性为两个小辈之间的局语，众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宴饮继续进行，方才的一出闹剧仿佛没发生过一样。只是邓夫人好像是不太甘心，一直恶狠狠地盯着江迷，江迷却丝毫没有放在眼里，继续该吃吃，该喝喝。就在宴会进行到尾声时，一个丫鬟却不小心摔倒，将手中的果酒洒到了江迷的身上。阿迷，没事吧？没有，这位姐姐不小心摔了一跤，她不是故意的。夫人的衣裙脏了，奴婢这就带您去偏院更衣。好啊。宋夫人想要跟上去，却被隔壁桌的夫人拉着说话。等她回过头来，早已不见了江迷的踪影。丫鬟带着江迷七弯八拐之后，到了成王府的后花园。婢子忽然腹痛难忍，还请少夫人在这里稍等片刻，婢子去就回。说罢，丫鬟就转身跑开了，只留下江迷傻愣愣地站在湖边。等了许久，丫鬟还是没有回来，却有一高一矮两个登徒子走了过来。美人怎么一个人在湖边？要不要哥哥们陪你玩玩？瞧这脸蛋嫩的，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手感肯定不错。两人奉成王的命令行事，本意是试探江迷是不是真的傻。见到他的容貌之后，不知怎么的就起了色心。江迷猜到了二人的来意，假装害怕的后退了2步。你们是谁？我是你相公。小美人别害怕，我们会好好疼你的。瘦高个说着就朝着江迷扑了过去。江迷眼珠一转，转身就跑。小美人，别跑啊！若是磕着碰着了，哥哥可是会心疼的。娘，你在哪里？阿迷好害怕。江迷一边绕着湖边跑，一边大声呼救。两人在身后气喘吁吁的追赶，愣是连江迷的衣角都没碰到。嘿，这丫头还挺能跑，赶紧把人拦住。虽然江迷一直在湖边绕弯子，可两人合力总算把江迷围住了。小美人，你是跑不掉的，乖乖从了哥哥，如何？江迷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一副要哭出来的模样。而这一幕
都被远处高楼上的成王收入眼底。看来这位宋少夫人脑子是真的不好使。遇到这种事情，聪明的人都会往人多的地方去，方便求救。江迷倒好，一直在湖边转悠，愣是把自个儿逼入了绝境。不管是真的傻还是装傻，他都活不成了。先生出手，果然非同凡响。承让。就在两人谈笑风生之时，湖边的三人突然不见了踪影，紧接着便是扑通扑通几声，一阵惊呼声响起。守在四周的侍卫闻声，急匆匆地朝着湖边赶来。不好了，有人落水了！但奇怪的是，除了落水声之外，湖面上并未瞧见任何人的身影。江迷和那两个男子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没有掀起一点风浪。会水的下去瞧瞧。是。紧接着就有2个侍卫跳下了水，片刻之后，侍卫就潜了上来。水太深了，看不清，暂时没有发现。加派人手下去给我找，就算把湖翻个面，也要把人找出来。更多的侍卫加入到了搜寻当中，原本平静无波的湖面顿时变得热闹了起来。此时的江迷正屏着呼吸，蹲在湖底观察着上面的一举一动，而那2个想要欺负他的男人早已经在落水之前就死透了。等到那些侍卫发现了尸体，江迷才悄悄地从湖的另外一端上了岸。就在江迷发愁怎么脱身的时候，一只手将他拖进了水榭旁边的竹林。江迷下意识的就要反抗，只是还没挣扎，就听到了宋凛的声音：“是我，跟我来。”宋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的盟友。江迷愣了2秒，果断跟了上去。那边假山里有个洞，你赶紧把衣服换了。江迷正要开口应下，猛地想起如今的身份，舌尖硬是转了个弯。哦，找阿娘换衣服。宋凛闻言愣了一下，随后无奈地叹了口气，拽着他一道钻进了假山洞。到假山洞之后，江迷就开始扒拉起了身上的衣裳。宋凛有那么一瞬间的愣神，继而十分君子地扭过头去。此刻的他也不确定江迷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了。身旁窸窸窣窣的声响就没停过，那衣服江迷扒拉半天都没解开。而不远处已经传来了纷踏的脚步声，王府的侍卫已经开始满园子找人了。没办法，宋凛不得不转过身帮江迷换衣服。我来吧。就在宋凛略显粗糙的手指腹擦过江迷的肩膀时，江迷心中泛起了嘀咕，没想到宋凛一个拿笔杆子的文臣，手指竟生了厚厚的一层茧。他果然也有秘密。宋凛有条不紊地帮江迷整理好衣服之后，便率先离开了假山洞。你就躲在这里，不要出声，等你的丫鬟白芷过来，你再出来。看着江迷不停点头，确定他是真的把话听进去了，宋凛这才转身离。2具男尸被打捞上来后，成王府的后花园就被侍卫围了起来，管家正挨个儿盘问，发誓要找出真凶。这么大的动静早就惊动了宴会上的众人，不少人都跑去了湖边凑热闹。好端端的，湖里怎么会多了2具尸体？莫不是有刺客闯入？王府守卫森严，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照我说，这凶手定藏在赴宴的人当中。谁这么大胆，居然敢在王府行凶？谁方才不在大殿之上，谁的嫌疑就最大。邓夫人母女闻言，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江迷方才被丫鬟领着去换衣服，至今都没回来。宋夫人，你那儿媳怎么去了半天都不见回来？莫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邓夫人此言一出，果然将众人的视线吸引了过来。宋少夫人好像是去了许久，该不会跟凶手撞上吧？宋夫人本就担心江迷，被他们这么一说，脸色越发不好了，正要问成王妃借人去寻人，宋凛及时出现，用眼神安抚住了他。阿弥贪玩，说不定是遇到了什么新奇的事物。母亲不妨叫白芷去花园里找找。宋夫人点点头，忙唤来丫鬟，低声吩咐了几句。不等丫鬟离开，邓夫人便又开始阴阳怪气起来。宋少夫人还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这里可是王府，怎能随着自个儿的性子来？虽说宋少夫人是个傻的，宋夫人也不能放任不管吧。江迷先前让邓夫人母女丢了脸，他们想方设法也要找回场子。成王妃抿着唇，不置一词，显然是站在了邓夫人母女这边。阿弥脑子是不好，但他从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宋夫人苍白的解释并不能帮到江迷，反而让越来越多的人凑上来看热闹。宋凛倒是十分镇定，面对邓夫人母女的挑衅，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让诸位夫人担忧，是宋某的不是，宋某在此多谢了。谁担心他？宋夫人还是派人去找找吧，万一凶手就藏在园子里，宋少夫人岂不是？邓夫人看似关心江迷，实则却是在引导众人往不好的地方想。宋夫人听到这里，身子忍不住一个踉跄。宋凛眼疾手快地扶住她。母亲信我，阿弥不会有事。启禀王妃，在后花园假山旁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宋少夫人。听到这话，邓夫人眼神一亮，以为自己安排的好戏奏效了。原来刚刚那个洒了江迷一身酒水的丫鬟，就是被邓夫人收买的。哎呀，瞧我这乌鸦嘴，没想到还真出事了。走走走，咱们去瞧瞧。有戏可看，在场的女宾们都兴奋不已。
程王妃瞥见邓夫人眼里的金光，若有似无地弯了弯嘴角。一行人急匆匆地来到后花园，就瞧见江迷脸色惨白地躺在草丛里。阿迷，宋夫人看到江迷这副模样，哭着来到江迷面前，一把将他抱进怀里。那些来看好戏的夫人们也吓得不轻，他们个个儿都是人精。邓夫人撺掇他们过来的时候，他们便想到了其中的关键，只是江迷的丑态没见着，看样子倒像是丢了半条命。程王妃也没有想到会险些闹出人命，立马命人去请太医。好在宴会邀请了不少的京都显贵和朝中重臣，徐太医便是其中之一。有劳徐太医。徐太医忙拱了拱手，就蹲下身子开始给江迷诊脉。如何？这位姑娘脉象十分虚弱，似有溺水之症，又受了很重的内伤。找到宋少夫人的时候，她半截身子都在湖里。凶手应该是将其敲晕，而后拖到湖边，想要扔进湖里溺死，但中途不知为何被打断，人没有完全推下水就离开了。听了这番结论，周围的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凶手当真是歹毒至极，竟是要置宋少夫人于死地。会不会是刺客逃走的时候被他撞见，所以凶手才想要杀人灭口？宋少夫人也太倒霉了吧！议论声此起彼伏，大伙儿隐隐觉得江迷此时的状态与杀死王府下人的凶手有莫大的关联。就在这时，成王也带着一众官员过来了，只是成王的脸色很难看。那两人是他找来试探江迷的，如今却莫名其妙死了。成王觉得江迷的疑点颇大，然而看到江迷现在这副模样，又有些不确定了。如何？亏的是命大，及时被人救起，否则大罗神仙都救不回来。成王的眉头皱得越发深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到底发生了什么。宋夫人听到这话，总算是松了口气。还望王爷、王妃恕罪，臣妇这便带阿弥回府，请大夫诊治。宋夫人是不是太心急了？好些事儿还没弄清楚呢。宋少夫人不是被带去偏院换衣裳了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湖边？难不成她是跟谁约好了？到了这时候，邓夫人母女还是不忘了给江迷泼脏水。邓夫人慎言，妹子头一回来王府，能认识什么人？不过是迷了路，走错了地方，怎么到了你嘴里就变得如此不堪？季如烟，你莫要含血喷人！宋夫人也怒了，直接换了邓夫人的闺名。围观的宾客都看不下去了，也觉得邓夫人母女太过小肚鸡肠。宋少夫人被刺客所伤，命都要没了，他俩还在这儿说风凉话，真是不知所谓。论起辈分来，宋少夫人还得管她叫一声姨母，不至于这般落井下石吧？真是少见多怪，有其母必有其女，邓家那位大姑娘也难相处得很。邓夫人听着周围的窃窃私语，一张脸涨得通红，宋凛则绷着一张脸，神情冷淡。还望邓大人约束好尊夫人，当心祸从口出。邓大人尴尬地笑了笑，扯着邓夫人从人群中挤了出去。见二人走后，宋凛抱起江迷，再次向成王和成王妃请辞。成王尽管还心存疑虑，可眼下并无证据，只得放他们离去。成王妃立马命人取了名贵药材送去宋府当赔罪礼，这才算将此事压了下去。回府之后，江迷有了养病的由头，一觉睡到大天亮，若不是肚子饿得咕咕叫，他都不想睁眼。少夫人，你可算是醒了。丫鬟白芷见江迷醒了，喜不自胜，立马派人去正院报信。江迷起身起猛了，突然一阵眩晕，恍然记起额头上有伤。昨日时候，宋凛让他躲在假山洞里等着丫鬟来寻，这显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况且成王府的侍卫那会儿正满园子搜寻，假山里根本藏不住人。于是江迷便想了个祸水东引的法子，他打算做个简易的装置，制造刺客闯入的假象，再趁机晕倒，从被怀疑的对象转变为受害者。谁曾想在执行的时候，他被裙子绊了一下，就一头栽进了湖里。恰逢侍卫寻了过来，将他拉上了岸，便索性开始装晕。不过这次受伤也不全是坏处，至少暂时洗脱了嫌疑。饿了，奴婢这就去命人传膳。宋夫人那头得了消息，巴巴的就赶了过来，见江迷一手馒头一手鸡腿，吃得油光满面的模样，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娘，你慢些吃，别噎着。宋夫人慈爱的看着他，还顺手舀了一勺汤喂到他嘴边。娘，你也吃。娘吃过了，阿弥吃。江迷便不再客气，左一口右一口的胡吃海塞。一阵风卷残云过后，桌子上只剩下几个空盘子。头还疼吗？不疼。那凶手也太可恶了，连弱女子都下得去手。江迷心虚的垂眸，他可不敢让宋夫人知道伤是自己摔的。宋夫人见他低着头不说话，一把将江迷抱在了怀里。阿弥不怕啊，有娘和阿凛在，没人敢再伤害你。前半句江迷是信的，至于后半段话，江迷是十分不屑的，因为他有宋夫人护着。宋凛虽然嘴上不说，私底下却没少试探他。他绝对是个心机深沉的男人，比那个什么成王可怕多了。以后还是尽量避开他吧，免得露馅。宋凛刚从衙门回来，就听说了江迷醒过来的消息，当即就去了七无院。刚到门口，就听见里头传来一阵欢声笑语。宋凛进屋后，眼角余光瞥了江迷一眼，而后朝着宋夫人拱手作揖。母亲，
成王府的凶手查得怎么样了？可有消息？还在查。不知是谁这么胆大包天，竟敢到成王府行刺，还让阿弥遭了池鱼之殃，平白受了罪。敢在成王府行刺，定然不是寻常刺客。这时，京兆府已经在查了。宋凛这又是在试探。阿弥在做什么？江迷闻言吓了一跳，就见宋林走到了他的对面，看着金童玉女般的两人凑在一块儿，宋夫人觉得格外养眼。马上要用晚膳了，吃了饭再走。我还有公文没看完。宋凛身为大理寺少卿，每天有看不完的卷宗，着实是不得闲。那也吃了饭再看。宋凛是个孝子，宋夫人开了口，他只得点了点头。没多久，宋池和宋墨一前一后进了屋。能，大哥大嫂。两人按着规矩一一行礼。宋夫人含笑看着他们，颔首示意他们入座。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宋夫人别提多高兴了。人到齐了，快传膳。宋池进屋之后，除了请安，就没再开过口。宋墨则是个跳脱的性子，落座之后嘴巴就没停过，说着学堂里发生的趣事，那惟妙惟肖的讲述，比说书先生还要精彩。宋家三兄弟3种不同的性子，也不知道宋夫人是怎么养出来的。小话痨宋墨说完了学堂的趣事，这才发现江迷头上裹着纱布。大嫂的头怎么伤了？可请过大夫了？宋夫人心疼地握着江迷的手，将成王府赴宴的经过说了一遍。王府守卫森严，居然还能让刺客闯进去？不一定是硬闯，说不定是跟着宾客混进去的呢。王府的侍卫连个刺客都抓不到，那刺客善于伪装。要是我跟着去就好了，至少可以护一护大嫂。宋墨读书是个半吊子，于习武上却颇有天分，小小年纪就打遍学堂无敌手。少逞口舌之勇，即便你去了，也不能在内院随意走动。宋墨刚才还昂首挺胸的，听了兄长一席话，瞬间就蔫了。好了，都少说2句，先吃饭。宋夫人发了话，兄弟几人便乖乖地闭了嘴。没多久，膳食便被端了上来。这个好吃，呜呜，真好吃。这样的举动在旁人看来是没规矩、没教养，但在宋家人眼里就是娇憨可爱。喜欢吃虾，这个都给你。大嫂喜欢吃就多吃点，千万别客气。宋夫人和宋墨尤其配合，二话不说把江迷爱吃的菜放到了他的面前，那宠溺劲儿，宋凛都没眼看。晚膳过后，宋夫人便带着江迷去院子里散步消食，屋里面只留下了宋家兄弟3人。大嫂险些命丧王府，王府那边儿就没给个说法。我明日便去京兆府，让他们家派人手查找凶手。宋凛没有吭声，因为他知道所谓的凶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若真有这么个人存在，成王早就闹得满城风雨了。成王府之所以让京兆府介入，无非是做给外人看，好给宋家一个说法。至于能不能抓到凶手，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他并未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他就是要借着2个弟弟的口告诉世人，即便宋家少夫人是个傻子，那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欺负的。这天，江迷正躺在院子里晒太阳，就听见隔壁传来叮叮哐哐的敲打声。问过丫鬟后才知道，隔壁空了许久的宅子最近被人买下了，养病的日子着实无聊的紧。隔壁宅子闹出来的动静，刚好能弥补不能出门的遗憾。于是江迷每日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趴在墙头当监工。今儿个怎么不见那丫头趴在墙头？听看门的婆子说，那姑娘是个傻子，傻子想做什么，又岂是咱们能预料到的？少在背后说人是非，尤其是当着正主的面。本来就是事实，还不让人说了？就算他脑袋不灵光，那也是宋家明媒正娶回来走了官媒的，是正经的官夫人。祸从口出，行走在高门大院里，最要紧的是管住自己的嘴。二人说话的时候，江迷正搬着石凳子往院墙跟前移动。等他露出圆溜溜的脑袋，院墙那头的师徒2人吓了一跳。宋少夫人安好，我叫阿弥。江迷不太喜欢宋少夫人这个称谓，主动报上了名讳。阿弥喜欢轮子，呜呜，咔嚓咔嚓。少夫人想要老朽帮忙做东西。江迷连连点头，他连图纸都画好了，一张纸被折成纸飞机，飘啊飘啊，到了老于面前。老于感到不可思议，第一次见到纸被折成这样奇怪的形状。这是何物？纸飞机，会飞的鸡。等老于打开纸飞机，看到上面所绘的图案，更是十分惊讶。这是做何用的？自行车。老朽活了大半辈子，从未听过什么自行车，这东西做出来怕是用不了。老于说着就要把图纸还回去，江迷却很坚持，从荷包里摸出一个银骡子递了过去。阿弥有钱？不是银子的问题，这2个轮子的车子根本无法负重啊！师傅，您跟一个傻子解释什么啊？学徒忍不住在他耳边提醒，老于噎得顿住了。江迷还是不肯罢休，又摸出一个银骡子。坐。老于实在是拗不过他，只得答应了下来。请少夫人容老朽回去研究一些时日，最多半个月就能把东西做出来。江迷目的达到，满意的缩回了脑袋。宋凛刚跨进院子，
就瞧见江迷正徒手搬着石凳，那石凳是实心的，一个就有180斤，成年男子都未必能够轻松挪开。江迷竟能将石凳整个抱起，还稳稳地从院墙一路走到花园正中的石桌旁，那画面要多诡异就有多诡异。宋凛素来没什么表情的脸上闪过一抹惊愕，同样露出惊愕表情的还有宋夫人。哈迷，快些把凳子放下。娘，快放下，你还病着呢，怎么能干这种粗活？江迷笑眯眯的应了，咚的一声把石凳放回了原位，180斤的石凳子砸向地面，周围都跟着震了震。调皮，手有没有受伤？胳膊累不累？不累，阿迷力气大。江迷举起右手，做了个弯曲的动作，似乎是在展示他的臂力。好好好，这些伤手的活儿就别干了，府里有粗使丫鬟，让他们做便是。江迷抿着唇傻笑。宋夫人又念叨了几句，这才说起了正事。隔壁宅子搬来了一户人家，是你们父亲的旧相识。苏夫人今日送来了拜帖，说3日后会登门拜访。苏老爷和苏夫人膝下只有一女，年纪跟阿弥相仿，阿弥可要见一见。江迷内心是拒绝的，只是看着宋夫人的一片好心，也不忍心开口。见她一直闷不吭声，宋夫人就当是答应了。以后你们好好相处，阿娘希望你能多结交一些朋友。站在一旁的宋凛听到这话，也觉得不妥，试图劝说宋夫人打消这个念头。母亲，您忘了阿弥他？阿弥只是小孩子心性，他其实很乖，很懂事的。宋凛还想劝说2句，就见江迷伸着懒腰打起了哈欠。阿弥累坏了吧？快些回屋歇着吧。好。翌日清晨，隔壁院子修缮完毕，江迷就是被一阵鞭炮声惊醒。苏大人在府中设宴，招待亲朋好友和相熟的同僚，宋家也在受邀之列。江迷闻着隔壁的饭香，偷偷翻过院墙，一路摸索着钻进了苏家的厨房。宴客苏家的下人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人发现有人潜了进来。江迷看着灶台上烤得滋滋冒油的鸡腿，吞咽着口水，伸手就要去拿，身后却忽然传来细碎的脚步声。他急忙闪身躲到柜子后面，却见一个小姑娘也溜了进来。小姑娘见四下无人，立马用帕子顺走2个鸡腿，藏了起来。小姑娘刚要转身离去，门口又来了一群人，小姑娘顿时慌了，情急之下也躲到了柜子后面，与江迷撞了个正着。嘘，别出声。小姑娘为了收买江迷，她咬牙将到手的鸡腿分了江迷一个。江迷看着那色泽艳丽、充斥着香味的鸡腿，果断地点头。于是，在没人注意的地方，2人就这么面对面地啃起了鸡腿。这个得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这厨子的手艺不错，鸡腿烤得外酥里嫩，一点都不柴，好好吃。江迷赞同的点头如捣蒜，小姑娘也很高兴，如同遇到知己一般。你是哪家的丫鬟？叫什么名字呀？等过2日，我跟母亲说，把你调到我房里伺候。江迷嚼着鸡腿，没说话。这个问题，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丫鬟的声音：“吵什么吵？开席了还不快端菜出去？”嬷嬷，鸡腿少了2只，先上菜，散席再说。是。没一会儿，丫鬟们便端着盘子鱼贯而出，厨房终于安静了下来。江迷和小姑娘动作一致地松了口气，从柜子后面走了出来。幸好没被发现。你身上蹭到油了，我叫笑笑，你呢？阿迷。江迷担心再待下去会被发现，吃完鸡腿便起身要走。苏笑笑觉得他有趣，便一路跟着，丝毫没怀疑他的身份。我要回家了。哇，你是怎么发现这条路的？居然一个人都没遇到。我们玩个游戏。好呀，玩什么？苏笑笑眼睛一亮，答应的爽快。江迷拉起他的双手捂住眼睛，躲猫猫，数到10，再放下。1、2、3。下一秒，江迷攀上院墙，纵身一跃，消失不见。江迷有惊无险地回到宋家，心满意足地躺下休息。而苏笑笑在苏府找了半天没找到江迷，只得悄悄溜回自己院子，最终还是被苏夫人发现衣襟上的油渍，免不了一顿说教。这些事都是宋夫人赴宴回来后特意说给江迷听的。苏家那小丫头跟你差不多大，秉性善良，没什么坏心眼儿。阿弥以后可以跟她多多来往。江迷点了点头，想起啃鸡腿的场景，忍不住笑了。空了多年的宅院突然有了新住户，街坊四邻少不了八卦。有人说这宅子曾闹鬼，其实是宅子荒废后常有流浪汉逗留，被人误传罢了。几日后，苏夫人带着苏笑笑登门回访，宋夫人连忙应了出去。叨扰了，怎么还劳烦姐姐亲自来迎？你我之间何须客套？你能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转眼笑笑都这么大了，当年离开江州的时候还在襁褓里呢。岁月不饶人啊，姐姐家的3个小子也都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了。2人说着，相携进了院子。苏笑笑乖巧地跟在身后，带一行人到了会客的前厅。宋夫人便叫丫鬟去请江迷和宋墨。苏笑笑端坐在椅子里，在听到阿弥这个称呼后，猛地抬起头来。就在她犹豫着要不要开口询问时，
一抹熟悉的身影便出现在了门口。哈米，过来拜见苏夫人和苏家妹妹。娘，你……苏笑笑噌的一下子站了起来，一双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江迷。笑笑，还不回礼？这是你宋家嫂嫂。苏笑笑还没回神，江迷却拉起她的手，往她手心里塞了一包零嘴，甜甜的，分给妹妹吃。花园水榭旁，江迷和苏笑笑正大眼瞪小眼儿。最终，苏笑笑打破沉默，开始了坦白局。你就是宋家少夫人，宋夫人那日并未带你赴宴，你是怎么偷偷进去没被发现的？苏笑笑见江迷不说话，这才想起他不同于寻常人。我太心急了，没吓着你吧？江迷笑着摇头，眼底闪过一丝狡黠。苏笑笑是个自来熟，即便江迷不说话，他一个人也能絮絮叨叨许久。我刚到京都那会儿可难受了，一点都不适应。我娘还天天逼我练琴，一练就是2个时辰，手指头都肿了，还要学绣花，我根本不是那块料啊！苏笑笑憋屈久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说话的人，便一股脑将自己烦恼都吐了出来。江迷支着脑袋，丝毫不觉得沉闷，反而听得津津有味。不远处的苏夫人和宋夫人瞧着两人相处愉快的模样，欣慰地笑了。我还担心他们玩不到一处，没想到才一会儿的功夫就好得跟亲姐妹似的。阿弥和笑笑都是心思单纯的好孩子，自然能相处融洽。我瞧着阿弥不像外头传的那般啊，这不挺正常的？这一点，宋夫人也十分纳闷。刚进府那会儿，江迷时常会哭闹，可自打成亲后，他好像就没怎么哭过。虽说依旧是傻乎乎的，整日只惦记着吃喝，却再也没有哭闹过了。兴许是上次伤了头的缘故。伤了头？宋夫人见他不是外人，便将成王府赴宴的事儿与他说了。苏夫人听得心惊肉颤，不时地拍打着胸口。阿弥陀佛，幸好是就回来了，说不定还因祸得福，把脑子给治好了。若阿弥能恢复正常，那就再好不过了。宋凛回府时，苏夫人已经带着苏笑笑回去了。小厮初一给他沏了盏茶，这才将府里发生的事一一禀明。大人，今日苏夫人带着苏姑娘来府里做客，少夫人与苏姑娘相处得十分融洽。哦，那位苏姑娘性子如何？苏姑娘秉性纯良，天真烂漫，没什么心眼子。离开时还拉着少夫人的手，依依不舍，邀请少夫人去苏府做客。苏夫人可有说什么？苏夫人没说别的，看着少夫人的眼神也满是慈爱。宋凛沉默不语，眼底掠过一丝疑虑。在他看来，江迷的傻气本就透着古怪，如今连苏夫人母女都对他另眼相看，更让他觉得事情不简单。上回他被绑架却安然无恙，成王府赴宴又莫名受伤，桩桩件件都透着疑点。知道了，你下去吧，夜里多留一些七无院的动静。是，大人。月黑风高夜，宋府最后一盏灯熄灭，整座府邸都陷入了沉睡。子时刚过，宋凛就轻车熟路地摸进后院，朝着七无院方向而去。七无院内，江迷已歇下，白芷睡在外间矮榻上。宋凛绕到后窗，轻手轻脚翻了进去，动作悄无声息。床榻上的江迷却睁开了眼，手也摸向了枕头底下，那里藏着一根打磨的锋利的木簪，是防身用的。江迷不知对方目的何在，为了不打草惊蛇，选择了假寐。宋凛隔着一道纱帐，借着淡淡的月光凝视着江迷，他静静地伫立在榻前，并没有下一步的动作。江迷却感到纳闷，这贼人似乎并没有什么歹念，还是说这人有什么怪癖？江迷心里默默吐槽着，脸上却丝毫不显。就在他以为贼人会因为觉得无趣，很快便会离开时，来人却伸手缓缓地掀起了床帐。江迷身子微微一僵，卷曲的腿蓄势待发，做好了出击的准备。然而那人却只是默默地盯着他瞧，却始终没有动手的意思。江迷都想先下手为强了。就在这时，那人忽然俯下身来，而后他闻到了一股浅浅的墨香，味道极淡，却格外熟悉。难道这半夜爬床进来的人是宋凛？江迷想到这里，气息开始不稳。这一变化立刻引起了宋凛的警觉。江迷意识到快要露馅时，不慌不忙地咂巴嘴。鸡腿，鸡腿。宋凛皱了皱眉，仔细听了一会儿，才发现他说的是鸡腿。一时间，宋凛有些哭笑不得，转身就离开了七无院。第二天一早，宋夫人领着一对孪生姐妹花来到了江迷院子。哈尼，阿林找了2个会拳脚功夫的丫鬟，在你身边伺候，你意下如何？江迷猜出是宋凛想在他身边安插眼线，但是他还不能拒绝。他们叫什么名字呀？丫鬟入府，名字该由主子来定。阿弥想叫他们什么，他们便叫什么。江迷摸着下巴，盯着两人看了半晌，忽然眼睛一亮，长得一模一样，像园子里的花草。你叫花花，你叫叶子。孪生姐妹花对视一眼，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无奈。谢少夫人赐名。身边多了2个会武功的丫鬟，并没有给江迷造成任何影响。每天该吃吃，该睡睡，偶尔带着他俩满府里溜达，使唤起来毫不客气。这天，
苏笑笑登门邀了江迷出门逛庙会，多带几个婆子，要买什么就让他们去买，不用担心银子。伯母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阿弥的。宋夫人笑了笑，吩咐丫鬟婆子好生伺候着，便将他们送出了门。苏笑笑来京都的时日尚短，对周遭的事物十分好奇，恨不得把所有的摊子都光顾一遍。没走多远，丫鬟侍卫手里的东西就要拎不下了。江迷倒是对旁的东西不感兴趣，唯独喜爱美食。两人边逛边吃，一条巷子才逛到一半，肚子就鼓了起来。花花生怕两人累着，指了指着前面的茶楼。少夫人，苏小姐，前面有茶楼，可要去歇歇脚？江迷和苏笑笑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小二瞧着两人穿戴不俗，直接将两人领进了雅间。谁料刚坐下没多大会儿，就听见楼下传来一阵咒骂声：哪儿来的乞丐？身上一股子的酸味儿！去，别脏了咱们的地儿！江迷朝着窗口望去，就见店小二正拿着扫帚驱赶着一个邋遢的瘸腿男子。苏笑笑于心不忍，唤来丫鬟去跟店小二说了句什么，店小二这才稍稍收敛，没再骂出更难听的话出来。那位大叔真是可怜，都伤成这样了，还要挨骂。苏笑笑叹气道：他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最是见不得这种可怜人。江迷却不以为然，他看得出那人并非寻常穷苦百姓。江迷正琢磨着对方的身份，就见那乞丐忽然抬起头，朝着2楼雅间看了过来。那是一双浑浊却不失锐利的眼眸，只一眼就令人毛骨悚然。苏笑笑吓了一跳，一股寒意骤然升起，慌忙避开对方的视线。太可怕了！江迷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安静地拨弄着茶碗里的茶叶。那人在楼下停留了片刻，便一瘸一拐地走了，仿佛刚才那一幕从未发生过一样。大伙儿的注意力也都被说书先生吸引了过去，讲的正是成王府刺客的故事。话说那日成王府，一道黑影从树顶掠过，翻过高墙潜入内宅，却不料与2个巡视的下人撞了个正着。黑衣刺客为防止行踪暴露，果断出手，将其推入湖中。那刺客来无影去无踪，至今没找到踪迹。可怜王府的2个下人就那么不明不白的死了，一直无法下葬。苏笑笑未能赶上成王妃的寿宴，如今听说舒先生娓娓道来，不由听得入了迷。那日你就在成王府，事情当真如说舒先生讲的那般，那刺客真有那么厉害？成王遇刺，可有受伤？江迷不由得愕然，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看着他一脸茫然，苏笑笑又自说自话起来。瞧我，忘了你当时受了伤，晕过去了。我要是早几日回京就好了，说不定有机会亲眼见到那黑衣刺客。接下来的几天，苏笑笑日日光顾京都各大茶楼，为的就是听说书先生讲故事。他发现关于成王遇刺的消息居然有好几个版本，什么厉鬼杀人啦，什么神明降罪啦，什么无影杀手啦，苏笑笑都被整迷糊了。江迷听他说起这事儿，也泛起了嘀咕，看来有人故意在混淆视听。宋凛到家时已是黄昏，可直到晚膳时才出现。江迷埋头干饭，都不想多看他一眼。宋凛依旧端坐如钟，举止仪态仿佛用尺子量过一般。宋家其他人并没有察觉到2人的异常，闲话家常，有说有笑。大嫂，听闻你最近得了个新骑的车子，可否借我骑2天？宋墨前些天无意中看到江迷骑在2个轮子上满院子跑，早就心痒难耐。江迷抬起头来，呜呜2声。大嫂，你这是同意了？宋墨很是高兴，当即就要放下碗筷。宋夫人见状瞪了他一眼，先用膳。什么车子？一个你从未见过的稀罕玩意儿，只用2个轮子就能骑行。就2个轮子，不用牲口在前面了，就能行走。对，就2个轮子。宋池的兴趣一下子就勾了起来，他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工。宋池加快进食的速度，3两下就把碗里的饭菜扫进了肚子里。能，大哥，我吃好了，你们慢用，我去院子里消消食。我也吃饱了。宋墨跟着站起身来，宋夫人见拦不住，只得任由他们去了。等江迷打着饱嗝从宋夫人院子出来的时候，宋墨和宋池正在院子里研究那辆自行车。可不管2人怎么试，不是摔倒就是在摔倒的路上，没一次成功骑着走的。会不会不是用来骑的？明明推着可以行走，为何人坐上去就不行？宋墨瞥见江迷的身影，一瘸一拐地来到江迷跟前，虚心求教：大嫂，这车究竟要如何才能坐稳？我跟2哥试了半天都没能成功。宋池一看向江迷，一副不耻下问的表情。江迷看着摔得鼻青脸肿的2人，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大嫂，你别光顾着笑，你倒是教教我啊！江迷扶起车子，当即就骑了起来，看得2兄弟那叫一个目瞪口呆，居然真的跑起来了。原来是要踩那里，难怪一直摔。大嫂，让我再试试。宋墨学到了要领，迫不及待地依葫芦画瓢。第一次依旧是不稳，没多远就摔了。第2次渐渐找到了一些平衡感，骑得更远了。不久之后，宋墨已经能骑着2轮车满院子跑了。宋墨畅快地在院子里兜圈子，看得宋池心痒痒。阿墨，让为兄骑2圈。我还没骑够呢。宋凛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看着在院子里玩耍的几人，忍不住摇头。瞧，他们玩得多高兴！宋家许久没这么热闹过了。宋夫人不知何时来到他身旁，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意。和阿弥相处了这么些日子，你可有改变想法？儿子公务繁忙，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吧。自打这2轮车在宋家现身，府里的惊叹声就没停过。江迷暗暗得意，却深藏功与名。他可不能叫人知道，这车是他按照前世的记忆捣鼓出来的。这天，宋墨借了江迷的车出去显摆，果然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大伙儿一面赞叹这车子的神奇，一面打听车子的出处。宋墨被叮嘱过，并未把江迷供出来，只说是在西市偶然所得。于是没过多久，京都便掀起了一股2轮车热潮。好在这些都没有影响到江迷的生活，依旧每天吃饱了睡，睡饱了就出去玩。只是宋夫人这边就开始为宋池的婚事发愁，尤其是苏笑笑老来找江迷玩，宋夫人一下就看对了眼，越看越喜欢。宋夫人越琢磨越觉得靠谱，殊不知隔壁苏府苏大人与苏夫人也正在为女儿的婚事犯愁。老爷，我看宋家大公子宋凛就不错，年纪轻轻便身居高位，前途不可限量。你这是异想天开。宋林已有妻室，难不成让笑笑去做妾？那江迷是什么情况？你我还不清楚。听说宋夫人私下都在琢磨让他们和离，收江迷为义女呢。可江氏对宋家有恩，宋家断不会做背信弃义之事。眼下不会，不代表以后不会。笑笑还小，我们等得起。只要能嫁入宋家，成为宋凛的正妻，以后好处多的是。宋夫人和苏夫人在结亲这件事上可谓一拍即合，没几日宋夫人就上门，恨不得立马将婚事敲定下来。苏夫人则以为宋夫人是给宋凛说亲，笑得嘴都合不拢。两人说了半天，都满意的不得了。那就这么说定了。改天我挑个良辰吉日，便请媒人登门。是不是太快了？快吗？阿凛年纪轻轻便登高位，可是有不少人眼红。若是这时候闹出什么动静，怕是于名声不利。妹妹说得对，我也时常劝她谨言慎行，凡事不可强出头。我的意思是，等过个1年半载再让他们和离，如此一来，便不会有人说闲话。听到这话，宋夫人顿时就懵了。我一早便瞧出阿凛并非池中物，我家老爷亦是对他赞不绝口。若两家能结秦晋之好，那便是亲上加亲。你家阿凛样样都好，姐姐又对笑笑疼如亲女，我是100个放心。宋夫人愣了许久，可算是反应过来了。妹妹，宋夫人想要说些什么，却一再的被苏夫人打断。我知道阿凛娶江氏是不得已而为之，姐姐放心，等他们和离之后，我苏家也不会亏待了江氏，定会帮着姐姐给她找个好人家。宋夫人愣在当场，久久说不出话来。她承认苏夫人说的不无道理，宋凛在朝为官，若能得妻族助力，仕途能顺畅不少。江迷纵然是个好姑娘，可毕竟是个傻的。宋夫人心疼江迷，更心疼自己的儿子。见宋夫人不说话，苏夫人便知道她定是将话听进去了。阿凛这一路走过来何其艰难，若江氏是个能干的，我这些话提都不会提。可她，我就是心疼你家阿凛，想着有个得力的岳家，她今后的路能走得轻松一些。宋夫人抿了抿唇，心中五味杂陈。此事可否容我回去跟阿凛先商量一番？这是自然。宋夫人回来时，江迷正要带着花花和叶子出门。阿迷，这是要去哪儿？去玩。莫要贪玩，早些回来。宋夫人怜爱地摸了摸她的发底，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江迷看得出宋夫人有心事，于是伸手抱了抱她。阿迷会乖乖的，不会惹麻烦的。好孩子。宋夫人见她如此懂事，心里越发难受起来。而江迷依旧笑得没心没肺，直到走出宋宅老远后，她脸上的笑意才慢慢收敛。江迷和往常一样，又晃晃悠悠地去街上瞎逛。在经过酒楼门口时，就看见一群打扮贵气的公子哥，不知因何事起了争执。你们这些国子监的书呆子，只会死读圣贤书，郑家灭门案分明，疑点重重，官府的定论也未必是真。你胡说八道什么？此案早已宣判，凶犯也已伏法，你这是质疑朝廷，藐视圣上。朝廷也会有冤假错案。昨日行刑时，数百张写着冤字的字条从天而降，这难道是假的？定是有隐情。那不过是妖言惑众，你们休要造谣生事。双方争论不休，差点大打出手。江迷难得见到这种热闹，从兜里抓了把瓜子，就只差个小板凳了。少夫人，这里人多，咱们还是走吧。馄饨，母亲爱吃。江迷并不想回家，就找了个借口，说是肚子疼。于是花花跟叶子就又陪着他去买药材。叶子瞧了眼药方，就是用来帮助消食的，就没太在意。夜里等众人都歇下之后，江迷便从那药材里挑了几种捣鼓起来。
虽说不能织出人皮面具什么的，但对容貌稍加修饰还是没有问题的。完事之后，江迷将一些瓶瓶罐罐往床下一收，这才美美的沉入梦乡。翌日，宋凛休沐在家，江迷也难得起了个大早，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来到了宋夫人的院子用膳。用过早膳后，跟我去书房。江迷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满脸的不敢置信，就连一旁的宋夫人也十分不解。你叫上阿弥做什么？身为宋家少夫人，总不能大字都不是一个。先前宋夫人提了和离的事，宋凛觉得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宋夫人对于宋凛的决定向来都是言听计从，只能好生安抚江迷。阿弥乖，你好好跟着阿凛学认字，娘一会儿叫厨娘给你做糖饼。江迷知道反对无效，一脸生无可恋的被拎着去了书房。过来。江迷磨磨蹭蹭走到他面前，抿着唇不说话。会写字吗？江迷默默地摇了摇头。宋凛倒也不生气，示意他在一旁坐下。宋凛随后研了墨，提笔在纸上写下了江迷的名字。这是什么字？你的名字，写给我瞧瞧。江迷看着手里的毛笔，有些局促地拿起来。见他姿势不对，宋凛耐着性子凑近，手把手地教他如何握笔。捏好，记住指时掌须手腕悬空，下笔时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江迷觉得这个姿势有点暧昧，不适地挪了挪身，试图摆脱宋凛。别动，专心写。江迷挣脱不得，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宋凛比划。须臾过后，两个苍劲有力的字便跃然纸上。照着多练习几遍。宋凛亲自教过江迷一遍之后，便松了手，退回了一旁的座椅上。江迷咬着笔头，想着该如何糊弄过去。宋凛似是看出了他的心情，敲了敲面前的纸，写不足100遍，不许用膳。江迷幽怨地瞪了他一眼，而后认命地在纸上写画画。等他写完100遍自己的名字，胳膊都酸了。宋凛嘴上说着不在意，可亲眼看到江迷的字时，眉心还是忍不住皱了皱。尤其江迷还一副你快夸我的表情，着实令他头疼不已。写得还不错。宋凛违心地给出评价。下一秒，江迷就咧着嘴笑了。好耶！江迷欢呼一声，蹦蹦跳跳地离开了书房。打那天以后，宋凛每日都要监督江迷练字，即便忙得再晚，也没有落下。江迷苦不堪言，连续写了半个月自己的名字。宋凛终于放过他了，然后他将一本千字文递到了江迷面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启蒙。明日起，我们第一个字开始认。江迷苦哈哈的启蒙，虽不情不愿的，却没有怨言。不过倒是把宋夫人心疼坏了。有你这么苛待媳妇儿的吗？瞧瞧阿弥都瘦成什么样了，欲速则不达，别把他逼得太急。朝廷每个月还有休沐假呢，阿弥歇一天，怎么了？听到宋夫人的抱怨，宋凛无奈的叹气。江迷有了宋夫人撑腰，越发想要偷懒。娘，手疼。乖，不哭不哭，娘给你吹吹。宋夫人摸索着她指头上的宝茧，眼眶微红的哄着。江迷得意的昂起下巴，挑衅的瞥了宋凛一眼。果然，宋夫人一再施压，宋凛也只得松了口，让江迷歇一日。江迷高兴地叫上花花和叶子，就要出府溜达。待江迷一阵风似的出了门，宋夫人这才与宋凛提了提苏家有意结亲的事。笑笑那丫头性子纯良，我瞧着很是喜欢，本打算说给阿迟，谁料苏夫人却是相中了你。母亲，儿子已经娶妻。娘知道苏夫人的意思，笑笑还小，等过个2年，风声过去，你与阿弥和离后再商议结亲的事。宋凛沉默着，许久没有吭声。眼下局势未明，他实在是无心娶妻生子。京都的高门贵女愿意下嫁的本就是少数，你有娶妻在前，即便是和离了，想要在寻医门门当户对的亲时并不容易。苏夫人是看中你的品行才能，这才愿意将女儿许给你。苏夫人的好意，儿子心领了，只是儿子有心愿未了，不想耽误了人家。再者，停妻另娶本就不是君子所为，儿子既然有了妻室，就该从一而终。宋夫人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又是感动又是难过。苏夫人那边还望母亲回绝了。如今的宋家看似风光，实则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会被人揪住错处，还望母亲体谅。你既是心意已决，我便不勉强你。苏夫人那里，我会想法子与她言明，但愿不会因为此事伤了两家和气。母亲若是不方便说，儿子可以去寻苏大人。你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还是我去说吧。既是认了阿弥做妻子，总是歇在书房也不是个事儿。你打算何时搬回七无院？不急，等阿弥适应了我的存在，再搬回去不迟。7月初7，乞巧日，江迷便琢磨着去街上溜达几圈，恰逢苏笑笑寻上门，邀他一道去城外放河灯。两人一拍即合，手拉着手就上了马车。宋夫人不放心两个丫头独自出门，立马叫来3个儿子。街上人来人往的，你们可要把两个丫头看好了。母亲放心，我们会照看好他们。兄弟3人刚走到门口，一名小厮匆匆跑来，递给宋凛一封信。大人，大理寺急件。我需先去处理钥匙，你们先陪着嫂嫂和苏姑娘，我办完事立刻去河边会合，务必小心。大哥放心。正如宋夫人所料那般，街上果然人山人海，马车到大街上就走不动了。眼看着天色越来越暗，
苏笑笑实在是等不及，拉着江迷就跳下了马车。阿迷，咱们走着去。江迷看了看长长的车队，没有反对。宋池、宋墨两兄弟见状，快步跟了上去。苏笑笑，你能不能慢些？这般冒冒失失的，还有没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了？要你管？我好歹年长你半岁，怎么就不能管了？你又不是我什么人，凭什么听你的？两人就这么杠了起来。江迷看着两个人的身影，不自觉地笑了起来。真是对欢喜冤家。这两人一路拌嘴，一路往前，都把其他人都抛到了脑后。等想起来回头寻时，哪里还有江迷和宋池的影子？都怪你，要不是你缠着我说话，也不会跟他们走散。这怎能怪我？苏笑笑懒得搭理他，转身就要往回走。宋墨见状，赶紧拉住了他。你干什么？你放开，我要去找阿迷他们。别乱跑，这样很容易受伤的。我受不受伤，与你何干？苏笑笑没好气地拨开宋墨的手，就被一个路人撞得一个趔趄。好在宋墨眼疾手快地扶住了他。都让你别乱来，崴脚了吧？宋墨见他走路都走不稳，立马就瞧出了不对劲。苏笑笑委屈的不行，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我都受伤了，你还凶我？谁叫你不听劝，活该。宋墨，算了，好男不跟女斗。宋墨嘴巴毒归毒，但好歹理智尚存。他打量了一下四周，见旁边一家药铺开着，便扶了苏笑笑过去。干什么？看大夫，不然某些人又要说我见死不救。你两人到了药铺，大夫帮苏笑笑查看了伤情，好在只是崴了脚，并无大事。我送你回府。脚都肿了，就别去凑热闹了。路上人多，万一再磕着碰着怎么办？我可不想背着你走。苏笑笑被宋墨一通数落，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怎么又哭了？哎，姑娘家就是麻烦。苏笑笑闻言，哭得更伤心了。哎呀，你别哭了，你说你想干嘛？我想出城放河灯，我不想回家。好好好。宋墨实在是拗不过苏笑笑，只好背着她来到护城河边。此时的河堤旁简直是热闹非凡，装扮明艳的少男少女几乎人手一盏河灯。可惜苏笑笑崴了脚，只能站在高处一饱眼福。诺，这个给你。苏笑笑尽管不喜欢宋墨的臭脸，但还是大方的掏银子买了个面具给他。太丑了，我才不戴。不要算了。苏笑笑气不过，抬手就要扔掉。宋墨见状，一把抢了过来。哎，你也太败家了，好歹花了钱的，送给别人也好。我花我家的银子，你心疼什么？两人四目相对，突然各自背过身去，谁也不搭理谁。河堤的另一端，江迷正拿着糖葫芦吃得不亦乐乎，他身后跟着一道颀长端正的身影，正是宋凛。他身边还跟着位俊俏姑娘。江迷往旁边躲了躲，八卦的雷达迅速开启。宋大人，听闻这集市的花灯最为别致，不如我陪大人一同逛逛。多谢周姑娘好意，在下尚有要事。那位姑娘几次放下身段示好，都让宋凛不着痕迹的避开了，就连姑娘身边的丫鬟都有点看不下去了，连忙替主子鸣不平。我家姑娘好意邀请，宋大人不领情便罢了，还摆着冷面孔，着实令人心寒。燕儿不得无礼。在下还要去寻家人，失陪。宋凛被纠缠得有些不耐烦，朝着二人拱了拱手，就朝着江迷的方向走来。江迷吃瓜吃得正过瘾呢，结果被宋凛逮了个正着。怎么就你一个人？走散了。我在前面茶楼订了雅间，随我来。哦。被宋凛撇下的那位姑娘看见宋凛身侧的江迷，气冲冲的就走了过来。这位便是宋少夫人。正是内子江氏，这位是礼部尚书之女，周家姑娘。江迷将糖葫芦咬得嘎嘣响，不做任何回应。他的态度让周姑娘更加难受了。宋少夫人好生无礼，见了我家姑娘都不知道打招呼。江迷神色不变，仿佛没听见他们说话似的，只是扯了扯宋凛的袖子。阿迷口渴了，要喝水。好吧，我带你去茶楼。宋凛看都没看周家主仆，二人一眼便拉着江迷离开了。周姑娘脸色发白，嫣儿气得攥紧拳头。你个傻子，也当成宝，眼瞎了不成？错把榆木当珍珠，有他后悔的时候。燕儿正骂得兴起，突然脚一麻，直挺挺撞向一旁的豆花摊位。一阵噼里啪啦瓷器落地的声响过后，紧接着又是一声惨叫。那个叫燕儿的丫鬟竟摔得四仰八叉，满嘴是血。而走远的江迷扯了扯嘴角，深藏功与名。在茶楼落座后，宋凛将初一叫到一旁询问：刚才那丫鬟摔倒，是你动的手吗？回大人，属下是想教训她几句，可是还未出手，她便自己摔了。可有看清她是如何摔的？属下未曾瞧见，想来出手之人是位高手，属下竟毫无察觉。下去吧。宋凛打发走初一，便于江迷欣赏着河堤两岸的夜景，难得的惬意。只是这份安宁并未维持多久，就被一道声音打破了。大哥大嫂，可算是找到你们了。怎么就你一个人？苏姑娘呢？苏府的人把她接回去了。不是闹着要放河灯，这就回去了？她脚扭伤了。因何受伤？宋墨抿了抿唇，将事情的经过简单叙述了一遍。那丫头犟得跟头牛似的，着实难伺候，以后出门再也不带她了，麻烦。宋凛看得出
两人闹了矛盾，但并未点破。江迷则是在一旁默默吃瓜。对了，二哥呢？初一，属下这就派人去找。大嫂，二哥不是跟你在一起？二哥这么大人了，应该不会走丢吧？因为担心宋池的安危，宋林几人便打道回府了。宋夫人平时这个点早就睡了，今天因为担心几个孩子，便一直等着。怎么这么晚才回来？阿池都到好一会儿了。阿池回来了。他说跟你们走散了，便一个人先回来了。回来就好。江迷也有些困了，转身就往七无院走去。宋凛正要离开，又被宋夫人叫住：“阿凛，你等一下。”怎么了，娘？忘了跟你说，你们出门后有下人来报说，书房周围突然多了很多白蚁。娘想着你一向宝贝你的那些古籍，就命人将书房里里外外都撒了驱虫的药粉。我已经叫人把你的被褥搬到了七无院，你今晚便住那儿吧。宋夫人说完，便命丫鬟关上了门。宋凛看着江迷离开的方向，许久之后才迈着沉重的步伐跟了上去。宋凛踏进院子的时候，丫鬟愣了好一会儿，才屈膝行礼：“见过大人。”少夫人呢？少夫人在沐浴。宋凛扶着额头，不知在想些什么。静房里也渐渐安静下来。不知过了多久，宋凛才猛地抬起头来。江迷在里头待的时间是不是太久了？该不会出事了吧？想到这里，宋凛立马起身朝着静房走去。静房很简陋，除了一张老旧的梅花屏风，就只剩下一个能容纳两人的浴桶。宋凛并未闯进去，他走到屏风面前时便停下了脚步。江迷。然而屋子里的人却没有回应。宋凛顿了顿，而后又唤了一声，依旧没人应答。宋凛也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了，当即绕过屏风走了进去，就看见此时江迷正靠着浴桶睡得正香。宋凛探了探他的鼻息，确认他还活着，这才放下心来。待放松之后，他才意识到江迷光着身子，目之所及皆是一片雪白。宋凛只觉耳根微微发烫，立马垂眸背过身去。白芷，奴婢在。丫鬟听到声音，连忙冲了进来。大人有何吩咐？拿毯子来。睡着了，这会儿把他叫醒，肯定要闹脾气。白芷领命而去，没多会儿便回来了。宋凛接过毯子，闭着眼睛将江迷用毯子裹上，抱着去了寝房。江迷中途醒了片刻，以为是白芷在一旁伺候，很快便安心地睡了过去。宋凛把人丢到榻上后，便让白芷接手了接下来的事情。翌日，宋凛是顶着2个黑眼圈离开的七无院，他一晚上都没怎么闭眼。他刚躺下，江迷的腿就扫了上来。宋凛想着就是将就一晚，就没跟他一般见识。可谁料到了后半夜，江迷不是踹他，就是掐他的脖子。宋凛就这么睁着眼睛到了丑时末，天还没亮，他便起身离开了。江迷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只觉到床没以前睡着宽敞了，总是遇到障碍物。直到宋夫人派人来接他去正院用早膳时，他才得知真相。哈迷昨晚睡得可好？做了噩梦，梦见被野兽追赶，还老有石头挡道。嗨，定是昨儿个玩得太累了，眼着了。用过早膳，江迷回来便看到白芷正将脏衣服收集起来，打算拿去院子里洗。江迷敏锐地发现那堆脏衣服里竟然出现了本不该出现的男子长衫。这是什么？这是大公子的衣裳，他的衣服为何会出现在我房里？少夫人不记得了，大公子昨晚就歇在房里啊。江迷十分震惊，瞬间觉得自己不干净了。上辈子我到死都是母胎 solo， 连男人的手都没有摸过，如今穿成个傻子就算了，还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跟男人同床共枕一整晚。江迷哭丧着一张脸，不停地拿头往瓷枕上磕。白芷吓坏了，惊呼一声跑了出去。回来时，身后还跟了个头发花白的大夫。李大夫，麻烦您给我家少夫人瞧瞧。李大夫上前给江迷把脉，眉头不时地皱起。少夫人哪里不是？江迷呆坐在榻上，一声不吭。白芷只好代为回答。早上还好好的，从夫人院子里回来后就有些不正常了，之后就一直往瓷枕上撞。从脉象上来看，确实不像是生病的样子。莫不是中邪了？听到这里，江迷嘴角抽了抽。李大夫不确定，又换了只手给江迷把脉，但结果仍旧一样。没多会儿，宋夫人闻讯赶了过来，见江迷一脸萎靡不振的模样，一时吓得不轻。哈迷，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又做噩梦了？娘在呢，不怕啊。江迷见状，委屈巴巴地扑进了宋夫人的怀里。阿迷屋子里进了生了，床上有生人的味道。宋夫人身子一僵，瞬间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阿迷不怕，屋子里没有坏人，没事了，先把李大夫送出去吧。白芷会意，将一个分量不轻的荷包塞进李大夫手里。我家少夫人梦魇了，还请大夫开些安神的汤药。李大夫常年行走在高门大户的后宅，当即就明白了，跟着白芷退了出来。只是二人刚走到门口，李大夫就觉得有些不对劲。老朽踏入这院子时便觉得阴气太重，还需寻些阳气旺盛之物镇宅才是。李大夫不光是大夫，还跟着师傅学过风水，
看到不妥的地方，职业病就犯了。白芷默默地将他的话记下，一并转达给了宋夫人。七五院与隔壁苏府只有一墙之隔，莫不是隔壁宅子的缘故？当初搬来此处，就听有人说过那里闹鬼，阿弥该不会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冲撞了吧？宋夫人越想越害怕，觉得得亲自去一趟寺庙，请一位高僧回来消灾解难。她当即命人备好马车，说是中元节要到了，要去寺庙上香祈福。宋夫人怕江弥一个人在府里会害怕，于是带着他一起去了。江弥坐在马车里，有些懵，没有弄清楚眼前的状况。我就是不想跟别人分享床榻，但宋夫人似乎是不是误会了，带我去寺庙干嘛？阿弥别怕，娘会保护你的。宋夫人紧握着江弥的手安抚。江弥尴尬地笑了笑，这误会可大了。马车一路摇摇晃晃地出了城，直奔城外10里地的报国寺而去。没多久便到了。宋夫人带着江弥去大殿上虔诚叩拜，又添了不少香油钱，嘴里还念念有词，希望佛祖保佑，邪祟退散，不要再来骚扰我可怜的阿弥。江弥本不信这些，可听到宋夫人的祷告，心里顿时涌现出一股暖意。啊，这不是宋夫人吗？怎么有空带着你那傻子儿媳来寺里了？也不怕玷污了这佛门清净之地。江弥正默默感动着，耳边却响起一阵不合时宜的刺耳女声。娘，这不是上次宴会上见过的那位婆婆吗？江弥一席话，瞬间让邓夫人破防。你个小贱人，胡说八道什么？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季婉宁，看你教的好儿媳。我家阿弥天真烂漫，你还真要跟一个小孩子斤斤计较？季如烟，你的心眼儿可真是比针孔还要小。好好好，大伙来瞧瞧啊！这宋继史仗着儿媳妇是个傻子，对我这三品侍郎夫人百般折辱，傻子就可以毫无顾忌为非作歹吗？还有没有天理了？今日来报国寺上香的贵人不在少数，听到这边的动静，都围了过来。邓夫人哭得楚楚可怜，惹得不少人都同情她。早就听闻宋家娶了个傻子当儿媳，看来是真的。邓夫人30出头，她竟然喊她婆婆，不是傻子是什么？邓夫人好歹是命妇，宋家这媳妇这般称呼她，未免也太不尊了。邓夫人见舆论都偏向了她，表现得十分得意。宋家家道中落之后，这样的酸言酸语，宋夫人听了不知道多少。以前她顾忌着儿子的前途，都是能忍则忍。今时不同往日，况且不能让阿弥受了委屈。想到这里，宋夫人紧握拳头。你们倒是吃礼数，当着面就一口一个傻子的叫着，真是好教养。我家阿弥是脑袋不灵光，但他哪里有对邓夫人不敬？邓夫人本就是要抱孙子的人了，还不能叫上一声婆婆了？胡说八道！我儿子尚未娶妻，哪来的孙子？你这么大声做什么？难不成是心虚？你儿子不是已经定了亲，来年春闱后便要迎娶？我说你快要抱孙子了，难道说错了吗？还是说你儿子在正妻进门之前就已经和别的女子有了首尾？你含血喷人！邓夫人心里咯噔一下，莫名的心慌。邓夫人的儿子的确是弄大了一个丫鬟的肚子，可他已经封锁了消息。季婉宁怎么知道我家里的事儿？难不成她收买了府里的下人？宋夫人看着他心虚的样子，不由得心情大好。说起来，这些事儿还是江弥跟三姑六婆闲聊后转述给他听的。今儿个也不过是想诈一诈邓夫人，没想到居然是真的。在场的夫人们可都是人精，邓夫人的反应一看就有问题。邓夫人这是恼羞成怒，该不会真被宋夫人说中了吧？她要是不心虚，干嘛那么大声？我记得邓家长子的定亲对象是归云侯府的三姑娘。很不巧，今儿个归云侯府的世子夫人也来了报国寺，刚踏进寺门，便听见了里面的争执，顿时气就不打一处来。邓夫人，你有何话说？世子夫人武将出身，脾气暴躁，上前一把扯住邓夫人的衣领，非要问个清楚。你莫要听他胡说，我儿行事光明磊落，怎么可能做出此等荒唐之事？邓夫人信誓旦旦，只盼着能尽快将此事遮掩过去。江弥狎自必报的性格，可不想叫她这么容易脱身。娘，这个婆婆好有钱哦，随身都带着金子打造的长命锁。听到长命锁这3个字，邓夫人下意识的就去捂腰间的荷包。她这次来报国寺，就是为了求佛祖保佑孙子平安的。长命锁。世子夫人一把将邓夫人的荷包扯了下来，果然从里头倒出一个长命锁来。邓夫人见状，顿时急了。这长命锁是帮我娘家侄女求的。哇，婆婆娘家侄女也有孕了啊！恭喜恭喜！江弥拍着巴掌，吼得很大声，恨不得让所有人都听见。闭嘴！你这个害人，经少胡说八道。我娘家侄女尚未一亲，你是想要逼死她吗？不是你说长命锁是送给娘家侄女的吗？只有生了孩子的妇人才需要这个呀。江弥看似傻气的话，听起来却十分有道理。周围的人看邓夫人的目光立马就变了。是啊，都还未成亲，为何要送长命锁？难不成她娘家侄女跟什么人珠胎暗结，要生了？眼看着侄女儿清白不保，
邓夫人不得不想办法弥补。是我一时情急，说错了，这长命锁是送给娘家外甥女的。由于邓夫人再三改口，已经没有人信她的话了。世子夫人更是恼怒的不行。你还想骗我？你给我等着！若是让我查出来，定会去圣上面前讨个说法。世子夫人说罢，一把将邓夫人推开，转身就走。邓夫人见状，当时晕了过去。虽然不知真假，但下人们还是手忙脚乱地带着她回府了。没有了邓夫人这个搅屎棍，寺庙里顿时清静了。宋夫人担心江弥饿了，就带着她去了善堂。吃完饭后，便坐上了再回城的马车。就在两人闲聊之时，马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便是马儿痛苦的嘶鸣。阿弥，你没事吧？可有受伤？江弥懵了一会儿，立马警惕起来。他意识到有危险在靠近，奴婢出去瞧瞧。花花和叶子作为舞婢，显然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姐妹二人一个掀起帘子，快速钻了出去，另一个则在门口守着，以防有人偷袭。此时的树林异常安静，除了护在马车前的花花和叶子，就只剩下马车里的宋夫人和江弥。夫人，少夫人，咱们中埋伏了。江弥刚探出脑袋去瞧，被宋夫人一把拉了回来。阿弥，外面危险，有人过来了，好多人。宋夫人竖起耳朵，却一点动静都没听见。可下一秒，10几个黑衣人将马车团团围住。来者何人？不用废话，杀了他们！为首的黑衣人拔出佩刀，径直冲了上去。他一动，其他人也纷纷拔刀。花花跟叶子当即就跟黑衣人厮杀了起来。而轿子里的江弥第一反应就是将宋夫人护在身后。宋夫人虽说吃过不少苦，但这样的刺杀却是头一回，难免会感到害怕。外面的打斗声叫人心惊胆战。宋夫人见识到刺客的狠辣，不由得焦急起来。阿弥，一会儿瞅准机会你就跑，前面不远就是城门了，你往那个方向跑，不要停下来，只要到了城门下就能活下来。宋夫人说这话的时候，手抑制不住的颤抖。我哪里都不去。阿弥乖，你一定要听娘的话。宋夫人还在苦口婆心的劝着，江弥却将头扭向了门外。就在方才，他已经默默地观察过外面的刺客，心中已经有了决定。阿弥力气很大，可以保护娘。阿弥，你听娘说。宋夫人话还未说完，脖子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中，两眼一翻就晕了过去。江弥收回手，轻轻地扶着他躺下。马车外面，花花和叶子都已经挂了彩。他们虽有武艺傍身，但跟这些刺客比起来还是略逊一筹。两人看到江弥从轿子里出来，心里更是急得不行。少夫人，快跑！几个黑衣人闻言随即看向江弥，目光瞬间就亮了起来。没想到这傻子长得还挺水灵。头儿，一会儿先别弄死，让兄弟们开荤。如何？还有那2个丫鬟，长得也不错。千钧一发之际，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传来。几个黑衣人先是一愣，而后收敛起了玩笑的心思，打算速战速决。动手！为首之人眼神骤然变得狠辣，举起刀就朝着3人砍去。花花叶子见情况不妙，立马挡在了江弥面前。可他们哪里是黑衣人的对手，硬生生接下一刀，接着便是第2刀、第3刀袭来。江弥不想让他们做无谓的牺牲，一把将他们推开，这才避开致命的一击。少夫人，快跑！花花和叶子身受重伤，倒地不起，却还是拼命地抱住黑衣人的腿，想要为江弥争取一些时间。江弥弯腰躲过一波攻击后，点了2人的穴道，帮他们止血。这小丫头看着不像个傻的。你全家都是傻子。话音未落，江弥快速地朝着几个黑衣人冲了过去。几个呼吸间，他前方的黑衣人就捂着脖子倒下了。看见这场景，剩下的几个黑衣人立马反应了过来。他居然会武功，现在才知道，晚了。江弥边走边说。只见他闪转腾挪，伴随着一阵阵血雾的喷溅，能够站着的黑衣人越来越少，直至最后一个人倒下。都没用上一盏茶时间，确认在无火口之后，随着马蹄声越来越近，江弥退回马车旁，挨着花花和叶子躺下，而2人身受重伤，早已陷入昏迷。等官兵赶到的时候，只见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一堆尸体，以及3个满身血污、奄奄一息的女子。马车里还躺着一位昏迷不醒的妇人。领头的官兵瞥了一眼车厢上的标志，眉头微微蹙起。这是宋家的马车。哪个宋家？领头的官兵瞪了手下一眼，却没有替他解答。愣着干什么？还不带人四处搜查一番，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漏掉的线索。是。吩咐完事情，官兵头子又蹲下探了探江弥几人的鼻息。谢天谢地，还活着。他叫来几个手下，将江弥和2个丫鬟抬上马车，亲自护送几人进了城。宋领闻讯赶到医馆时，宋夫人已经醒了。面对官兵的询问，他是一问3不知。我知道马车行驶到半路就被一群黑衣人围了，突然我就被人打晕，什么都不知道了。宋夫人说完想起了什么，连忙起身不停地打量四周。阿弥可有受伤？母亲放心，阿弥他没事。阿弥在哪儿？宋夫人迫不及待的就要去找他，却被宋凛拦下。他还昏睡着，大夫仔细检查过了，只受了点轻伤。宋夫人闻言
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下来。除了那些刺客，母亲可还见过其他什么人？我当时都吓晕过去了，怎么回来的都不清楚。宋凛看得出宋夫人没有撒谎，她不禁有些头疼。那些黑衣刺客身份已经查明，是一伙打家劫舍的山匪，之所以会出现在报国寺，应该是被什么人收买。宋凛行事素来谨慎，从来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更没有与人结过仇。唯一算得上有过节的，就只有成王。但成王想要动手，直接动用暗卫即可，犯不着跟山匪扯上关系。宋凛思索片刻后，叫来一个官差问道：今日去报国寺上香的，有哪几家府上的人？官差似乎是早有准备，恭敬地递上一张字条：今儿个去报国寺上香的香客名单都在这儿了，请大人过目。宋凛道了声谢，视线落在了户部侍郎这4个字上。他可没忘记上回成王妃的寿宴上，邓夫人母女是如何羞辱他母亲和阿弥的。宋凛眯了眯眼，将字条还了回去。今日之事，多谢了。宋夫人和邵夫人福大命大，小的不敢居功。一番寒暄过后，宋凛将官差们送出了门。半个时辰后，宋夫人和江迷回到了宋宅。花花和叶子因为伤重不宜搬动，暂时被安置在医馆的后堂。江迷这一觉睡到半夜才悠悠转醒，他伸了伸懒腰，发现榻前不知何时多了个人。江迷吓得尖叫一声，飞快地躲进了被窝里。宋凛凝了凝神，僵硬的伸手在被子上拍了拍：别怕，是我。好一会儿之后，江迷慢慢地朝外探出半个头。宋凛本想问一问今天在报国寺发生的事，见他一副受惊过度的模样，只得作罢。你好生歇着，明日一早我再来看你。宋夫人遇刺，再加上天热，中了暑气，精神越发不好了。不少人家都递了帖子，想要上门探望，都被他一一婉拒了。当然，苏家不在被拒之列。苏夫人几乎每日都带着苏笑笑过来探病。苏笑笑在宋夫人的屋子里说笑了一阵，便有些坐不住了。我去看看阿弥。去吧。苏笑笑离开后，苏夫人又开始了套近乎。上回多亏了阿莫，要不是他送笑笑去医馆，指不定要落下病根儿。妹妹说这话就见外了，邻里间互相帮衬，不是应该的吗？另一边，苏笑笑轻车熟路来到七无院，将京都发生的趣闻讲给江迷听。那归云侯府的世子夫人是真的吗？直接带人杀到了邓夫人陪嫁的庄子上，见那丫鬟肚子高高隆起，立马就去邓家退婚。邓老夫人亲自带着儿子孙子去侯府赔礼道歉，邓家大公子居然当着未来岳母的面恬不知耻的放话，邓家大公子居然说娶岳三姑娘可以，但要娜娜怀了身孕的丫鬟为妾，还说等孩子生下来就记在三姑娘名下。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据说两家已经撕破了脸，还把邓大公子给打了出去。有了这么一出，以后邓家儿郎怕是不好说亲哥。江迷看似听得认真，实则有些走神。苏笑笑便有些好奇：阿弥，你怎么看起来心事重重的？听说花花跟叶子醒了，有些想念他们。好啊，那我们去医馆看看他们吧。苏笑笑说完，便带着江迷去了医馆。只是没想到刚到门口就碰到了宋林。宋大哥，你们来医馆做什么？阿弥听说花花和叶子醒了，就想过来看看。他们刚清醒过来，你们不要待太久。两个小丫头连连点头。宋林有公务在身，不便久留，叮嘱了2句就先行离开了。目送他远去，江迷和苏笑笑同时松了口气。察觉对方的反应，两人不由得面面相觑。阿弥，你很怕宋大哥吗？他可是你的夫君。江迷扯了扯嘴角，拔腿跑进了医馆。苏笑笑看他跑远，提着裙摆追了上去。然而两人被看门的官差拦在了门口。你们找谁？这位是宋家少夫人，来看她的丫鬟大理寺少卿宋大人知道吧？正是他夫君。进去吧。苏笑笑倨傲地昂着脑袋，拉着江迷大摇大摆地进了房间。花花叶子被门口的动静惊醒，虚弱地爬起身来。少夫人，苏姑娘。哎呀，你们伤得这么重，就别起来了，快躺回去。江迷不说话，苏笑笑还以为他是牵挂这2个婢子，却不知如何表达。你们少夫人是特地过来看望你们的，那日得救后，她就一直记挂着你们。江迷等苏笑笑发表完讲话，抓了一把碎银子，就放到姐妹2人手里。保护少夫人是婢子分内之事，这银子婢子不能收，少夫人能来，已经是婢子天大的福分。收下吧，不然你家少夫人可要不高兴了。孪生姐妹推辞不过，只得接下。江迷见他们收下了银子，脸上终于恢复了笑容。大夫说他们要静养，咱们就别在这里打扰他们休息了。其实早在跟苏笑笑来之前，江迷已经偷偷来看过一次花花跟叶子了。他不确定那天两人有没有看到他出手，决定先试探一番。江迷是一早赶过来的，躲过了看守，悄无声息的就摸了进去。那会儿花花叶子虽然清醒了，但因为伤势过重，还不能下床。少夫人，江迷没有说话，而是直勾勾地盯着他们身上的伤口。少夫人不用担心，就是看起来很严重，实际上一点都不疼。
过2天就好了。多亏了少夫人送的玉牌，我姐妹2人才躲过了致命的一击。你们还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吗？我只依稀看到一抹红色的身影从眼前掠过，不知用的什么招数，周围的黑衣人毫无还手之力就被抹了脖子。那些坏人都被女鬼打死了。女鬼？江迷面不改色的瞎编道。他从怀里掏出一块红色的丝帕，在2人眼前晃了晃。就是个穿着红衣服、蒙着红盖头的女鬼。她嗖的一下子从天而降，那些坏人就都倒下了。红衣服的女鬼？对，她好厉害呀，一个人就解决掉了所有的坏人。很厉害。江迷再次朝着2人挥了挥手，示意他们躺下。你们刚醒过来，没有见过其他人？刚醒，没见过其他人。然后江迷打了个响指，他对花花跟叶子进行了催眠，随后一个闪身从窗户跳了出去，这才溜回了家。而此时看2人是醒来刚见到他的样子，江迷就知道是办成了。另一边宋凛回到衙门，脑子里还在思考花花跟叶子的口供。穿着红色喜服的女鬼从天而降，干净利落地解决了那些贼人。他们2人的样子不像是说谎，可根本查不到那女鬼的任何蛛丝马迹。宋凛觉得不对劲，忽然想到了刚才在屋内闻到的那股熟悉的香气。难道说江迷提前来过他们的房间？可江迷真有那个本事吗？宋凛曾经趁江迷不注意的时候替他把过脉，确认他是真的没有一丝内力。一个连内力都没有的姑娘家是如何干净利落杀掉那10几名山匪的？宋凛越想越觉得诡异，眉心皱得更紧了。而江迷和苏笑笑此时正兴致勃勃地在金缕阁挑选首饰，苏笑笑都快挑花了眼。江迷毫不犹豫地指了指镶嵌着宝石的玉簪，玉簪确实不错，就是素了点。江迷实在受不了苏笑笑的磨叽劲儿，直接把2只钗子都塞到了他手里。苏笑笑正要付钱的时候，一个姑娘突然闯进来，一把抢过了他手里的簪子。这个簪子我要了。这簪子明明是我看上的，凭什么让给你？买东西哪有先来后到，谁给的银子多就是谁的。哪有你这样的，忒不讲理了。那位姑娘趾高气扬地抬起下巴，将几张银票拍在了柜台上。本姑娘有的是银子，现在这只簪子是我的了。就在苏笑笑正要发火时，掌柜聂云云笑着迎上前来。2位姑娘都是金缕阁的贵客，何必为了一只簪子伤了和气？这玉簪本来是1顿，另外1只在楼上，我这边命小二去取来，2位姑娘1人1只，你们觉得如何？谁稀罕跟他用一样的？这簪子我不要了。聂云云也不生气，笑盈盈地将银票退还，还附赠了1对珍珠耳环。你们店还有什么好东西？拿过来，本姑娘瞧瞧。姑娘不妨在雅间稍作休息，我这边命人取来。算你还有些眼力劲。那女子说完，轻蔑地扫了苏笑笑和江迷一眼，带着丫鬟上了楼。聂云云带她离开，又对着苏笑笑赔礼道歉。方才吓着姑娘了吧？那位是宜阳侯府的姑娘，打小在城王妃跟前长大，性子的确是跋扈了一些，还望姑娘莫要见怪。苏笑笑得知对方的身份，脸色肉眼可见的白了。多谢掌柜的帮忙周旋，姑娘言重了，还望姑娘不嫌我多事才好。怎么会？帮我把簪子包起来吧。苏笑笑掏出500两银票给了聂云云，硬着头皮买了这只簪子。聂云云却只抽取了其中的1张，将剩余的都退了回去。这簪子本就只值200两，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我可不想失去姑娘这位回头客。这聂掌柜是个妙人。江迷在一旁暗戳戳观察着这位掌柜的，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江迷打量聂云云的时候，聂云云也在不动声色地打量他。江迷敏锐地捕捉到聂云云的视线朝着他看过来，顿时打了个哈欠。阿迷是不是累了？江迷点点头。苏笑笑闻言，立马打包好东西，挥手跟聂掌柜告别。聂云云笑着将2人送上马车，直到再也看不见才收回视线。申时日头已偏西，各家各户都在忙着晚膳。江迷是被饭菜的香味唤醒的。江迷到正院的时候，除了宋凛，其他人都已经在饭桌前坐着了。阿迷，来。宋夫人笑着朝他招手。江迷走上前去，乖乖地行了敦礼，随后在荷包里掏了掏，摸出几颗松子糖。哟，阿迷出门还给娘带礼物了呢。宋夫人上了年纪，不怎么吃甜食，但江迷给的她都会收下。多谢大嫂。宋墨当即扒了糖衣，放进嘴里咀嚼起来。多谢。宋迟木讷地开口道谢，然后将糖果贴身放好。这糖果哪来的？甜而不腻，吃完之后整个人都有劲儿了。笑笑买的。江迷垂眸，撒起谎来没有半点儿心虚。这些糖果是他找人定制的，里面添加了许多珍稀药材，吃了对身体大有益处。宋夫人前些日子受了惊吓，这些糖果是他用来给宋夫人调理身体的。没多会儿，宋凛踏着夜色走了进来。人到齐了，可以开饭了。宋夫人见一家子整整齐齐的，便吩咐丫鬟们上菜。江迷正埋头干饭，就见一只鸡腿落在了他碗里，他微微抬头，正好对上宋凛那深不见底的黑眸。江迷脑子宕机了半秒，而后夹起鸡腿，美滋滋地享用起来。入夜的七无院，本该是江迷休息的时候，他堵在卧室门口，双手叉腰，与宋凛大眼瞪小眼，气氛僵持。
昨日下雨，书房的被褥被淋湿了，暂且借你的床榻歇一晚。不等江米反应过来，宋凛就径直绕过他进了屋。丫鬟白芷极有眼力劲儿地添了床被褥，而后安静地退了出去。那是我的床，我的。这期无院本就是我的，你倒好，住了几日便画了地界。宋凛心安理得的书架上拿了本书，就躺在了床榻的外侧。你江米眼看着宋凛越来越过分，气得好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过来。江米捏着拳头极力忍耐，依旧站着不动。休息了几日，身子该好了，从今日起接着练字。听到这个消息，江米瞪大眼睛，犹如晴天霹雳。我到底造了什么孽，穿成个傻子，还要被逼读书识字？宋凛默默观察着他的表情变化，忽然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江米除了不爱说话，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藏都不藏，不写也行，月钱减半。又是这招，妥妥的吸血鬼资本家。写得好有奖励，1个月内学完兼字文，赏金100两。江米听到奖励2字，举起的拳头慢慢的放了下去。不就是签字文，解学给你看。江米铺好纸，翻开书，拿起毛笔，一笔一划的抄写，字迹歪歪扭扭如画符。背挺直，手指用力，手腕再抬高些，头摆正，别摇头晃脑。姑奶奶肯写就不错了，要求这么多。100两。江米闻言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继续乖乖抄写。这篇字上旬的时候我便教过你，读来听听。宋凛等他抄写完1张纸，便让他停了笔。江米一遍遍的重复，一遍遍的被纠正，苦哈哈的学了1个时辰才被放过。江米中途一度想放弃，宋凛打压一阵，又鼓励一番。不错，第1页的全都会了。阿明很厉害，比宋末开蒙时学的还要快。或许是因为学习太累，又或许是习惯了宋凛的存在，江米丢下笔，爬上床后翻了个身就睡了。宋凛就这么顺理成章的留宿了。第2天一早，宋夫人便收到了一副请帖，可脸色那叫一个难看，尤其是那负责送请帖的婆子，一脸趾高气扬的模样，全然没把她放在眼里。这婆子是季柳氏身边伺候的，宋夫人一见到她就勾起了许多不好的回忆。她可没忘了出阁前季柳氏是如何搓磨她的，还有她的母亲也是被季柳氏活活气死的。把他赶出去。夫人可要想好了。听到这话，婆子丝毫不见慌乱，依旧笑得欠揍。您若是不去，那就别怪我家夫人心狠，将秦氏的尸骨从季家祖坟挖出来，丢去乱葬岗。他敢！宋夫人气得浑身直哆嗦，那婆子反而笑着扶了扶身。我家夫人的脾气，您是知道的。8月16，夫人可莫要忘了。婆子说完，甩着帕子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宋夫人气得仰倒，一口气差点没上来，欺人太甚。宋夫人是真的气狠了，好半天才缓过劲儿来，派人去请阿凛过来。宋凛收到消息，很快便放下公事来了后院。母亲何事如此动怒？季柳氏以你外祖母的尸骨相要挟，逼我去参加季家老太太的7十大寿。恶妇竟敢如此歹毒，母亲不必过分忧虑。我朝律法严明，他若真敢做出这般违背天理的事，儿子就算舍弃这身官袍不要，也会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你打算如何做？他敢冒大不韪说出这番话，目的就是逼母亲去继府。以儿子对他的了解，想必憋着什么坏招。前些日子，邓夫人买凶杀人，搬起石头恨恨地砸了自己的脚。他前脚刚被放出来，后脚季家就送来了请帖，未免太过巧合。你的意思是，季柳氏是想将我诓骗去季家，好替他女儿出气？邓夫人如今在夫家的日子可不好过，她那心眼儿比针眼还小，又岂会善罢甘休？不愧是母女，心肠都一样歹毒。与这种人置气，不值当。宋夫人还在气头上，看到请帖就气不打一处来，随手就撕了个稀巴烂。他们挖好了坑等着我跳，那也得看我愿不愿意。母亲安心在府里待着便是。有了儿子的劝慰，宋夫人心气顺了不少。等冷静下来之后，她又隐隐觉得有一丝不妥。到底是祖母7十大寿，若是不去，来日言官肯定不会放过。宋凛最终还是劝服了宋夫人，让她安心，说她自有分寸。江迷虽然没心没肺的，但也从府里的下人口中知道了此事，还有宋夫人在娘家时被那母女几人欺负的往事，也一并了解了一下。季家人全都该死。江迷已经在脑子里研究了好几种办法，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是怕牵连到宋家头上，他不能冲动。江迷坐在书签上，无奈的叹息，看来只能让他们再蹦跶一阵子了。就在这时，宋池过来给他请安了，江迷也不会让他白白辛苦一趟，大方的跟他分享了新做出来的夏日甜品。这是何物？不用江迷开口，一旁的白芷便主动替他答疑解惑起来。这个是用木薯粉做的凉粉，冰冰凉凉的，夏天吃最合适不过。宋池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吃到这么可口的食物。白芷姑娘的手艺也是越来越好的，这都是按照少夫人的喜好做的。江迷爱吃是出了名的，能弄出这样的稀罕玩意儿，并不会惹人起疑。宋池一连吃了2碗，还意犹未尽。此物虽好，但太过冰凉，吃多了容易闹肚子。那明日我再过来。目送宋池离开，白芷似乎想到了些什么。少夫人可要将凉粉给三公子也送去一些。江迷闻言，就带着白芷端着凉粉去了清风院。清风院很安静，一路上一个人都没见着。三公子莫非出门了？再走进去看看吧。二人来到正屋门口，白
白芷去敲了敲门，屋里伺候的小厮听见动静，迟疑了片刻，将两人迎了进去。三公子在吗？在的。小厮往身后瞧了瞧，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宋墨正趴在榻上看画本子呢，听说江迷来了，吓得赶紧钻进被子。他这一激动，牵扯到了背上的伤，顿时疼得龇牙咧嘴，差点叫出声来。屋里的动静没能瞒过江迷的耳朵，江迷带着白芷进了屋，而后假装摔倒，狠狠地砸到了床上。哎呦，快起来，压到我伤口了！阿莫受伤了。江迷趴着没动，甚至还用手捏了捏他的背。宋墨又是一声闷哼，江迷一把将被子掀开，果然就看见宋墨背上泛起了一片红。三公子怎么伤得如此严重？宋墨嘴巴抿成一条线，就是不肯开口。江迷盯着他背上的伤看了许久，大多数都是软组织挫伤，看着惨不忍睹，但万幸没有伤到骨头。苏笑笑，宋墨闻言身子猛地僵住，耳朵也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哦豁，被我猜中了。胡说，才不是。结巴了，你说谎。大嫂，阿莫别怕，我帮你报仇。江迷一巴掌拍在宋墨的肩上，宋墨倒吸一口凉气。不用了，笑笑他不是故意的，是我技不如人，自个儿从马背上摔下来的。江迷见他护着苏笑笑的样子，眼底满是笑意，也不再逗他。阿莫好好养伤，凉粉留给你。江迷放下凉粉，带着白芷离开，刚踏出院子，就有丫鬟来报说苏笑笑来了。可到了，我的欢喜冤家 CP。等回到梧桐院，就见苏笑笑坐在秋千上，手里攥着一包杏子，心思重重的。江迷悄悄走近，突然拍了他一下。笑笑。苏笑笑吓了一跳，回过神来后，才将一包杏子塞进了江迷怀里。喏，我特地给你买的。谢谢笑笑。宋二哥他们呢？去衙门了。那宋墨呢？好些天没见到他了。看见江迷故意逗苏笑笑，白芷忙在一旁解释道：三公子没出府，还在院子里呢。我就是随便问问。苏笑笑脸颊微红，眼神躲闪，显然是担心宋墨的伤势。江迷看得津津有味，暗自吃瓜。你家那两个舞婢怎么样了？接回府了吗？老姑娘惦记，她们姐妹二人好多了，估计马上就能回家了。时光飞逝，半月转瞬而过，中秋佳节如期而至。往年此时，宋夫人总会携兄弟几人前往报国寺祈福，为故去的夫君点亮长明灯。阿弥，我来了，咱们路上可有伴了。笑笑，快上来，我这儿有桂花糕。苏笑笑钻进马车，两个姑娘凑在一起嘀嘀咕咕，看得出心情很不错。白芷和苏笑笑的贴身丫鬟秋菊在一旁伺候着，有说有笑的，好不热闹。有什么可聊的啊？叽叽咕咕半天了。众人行至一片湖泊的时候，玩心大起，都下去捞鱼了。宋墨与苏笑笑时不时的拌嘴，却因为一条鱼的归属而起了争执。苏笑笑忍无可忍，站起身就朝着他扑了过去，却没想到被石子绊倒，就这么直挺挺的朝着宋墨砸了下去。这个变故让宋墨有些措手不及，但他下意识的还是先护住了苏笑笑的脑袋。苏笑笑趴在宋墨的胸前，似乎被吓懵了，好半天都没反应过来。丫鬟过去搀扶，他才红着脸从宋墨身上爬起来。姑娘没事吧？我困了，去马车上打个盹儿。苏笑笑闹了笑话，二话不说钻进马车，恨不得马上从这里消失。宋凛见宋墨躺在地上，迟迟没有起身，皱着眉走到他身旁，还不起来？宋池上前拉了他一把，却见宋墨额头上冷汗直冒。宋凛连忙上前查看了宋墨的伤势，吩咐小厮去取止泻的草药。可小厮哪里认识什么草药，不由得面露难色。江迷瞧了瞧四周，脑子里飞快闪过一些药草的名称和图案，不一会儿便在一处向阳的斜坡上找到了一株长相类似野菊花的植物。哇，那里的花花好漂亮啊！江迷说着就跑开了，他的举动在旁人看来显得十分不妥。这小姑娘太没心没肺了吧，居然还有心思采野花，真是太不懂事了。对啊，他兄弟都伤成这样了，他还笑得出来，真是良心被狗吃了。在湖边歇脚的人不少，看到这一幕忍不住要说到几句。身边的议论声传到江迷耳朵里，他丝毫不在意。那姑娘我认识。谁呀？不就是宋家娶回去的那个傻媳妇儿？我之前见过一次。见有人说江迷的不好，宋墨心急如焚，可背上火辣辣的焦疼，实在是没力气争辩。宋池又是个不善言辞的社恐，憋了半天愣是说不出一句话来。宋凛是他看了一眼蹲在溪边的江迷，扶着宋墨在一旁的大石头上坐下。初一，你速速去报国寺，问问僧人有没有止血的药物售卖。阿池，照顾好阿莫，我回来之前你们哪里都不要去。大哥，你要去哪儿？不会走远的，别怕，有什么事可以叫你大嫂帮忙。宋凛这边刚走出去不远，江迷就拿着紫色的花束回来了。宋凛眼尖的瞥见他手里的植物，脚下步子一顿。阿弥，可以把你的花借给我吗？江迷眨了眨眼，为了不露出破绽，只能是装作不舍。这花的叶子有止血的功效，可以给宋墨疗伤。听到这话，江迷才不情不愿地施舍了宋凛几朵。阿弥真乖。江迷尴尬地低头，感觉脚趾能抠出一个三室一厅。宋凛冲着他笑了笑，拿着花束转身去了宋墨身边，给他止血。这个时候，一旁看热闹的人不禁大呼精彩。没想到这没用的野花居然能当药用，金儿个真是长见识了。你们不觉得太过巧合了吗？刚好需要止血的草药，那傻姑娘就找到了。嗨，
他一个傻子，哪儿懂得这些？说不定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宋林也不认为这是巧合，越是跟江迷相处，他越是觉得他的痴傻是装出来的。收拾妥当后，队伍再次出发，前往山上的报国寺。宋凛担心宋墨的伤口再次撕裂，便借了一辆马车将他送回府中。接下来的行程一路顺利，只是苏笑笑总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中元佳节，君臣同乐，宫中依照惯例在德林殿设宴。宋凛则是带着母亲和弟弟还有江迷进宫，共享盛宴。一路上，宋夫人谆谆教导，生怕江迷冲撞了什么人，惹祸上身。娘说的，你都记住了吗？见了贵人要行礼问安，少说话，少犯错，要跟在娘身边，不到处乱跑。宋夫人见他如此懂事，既欣慰又心酸，伸手摸了摸江迷的额发。阿迷真是个乖孩子。马车哒哒哒了许久，最后在宫门口停下。江迷安静乖巧地跟在宋夫人身边，一同进了大殿。江迷已经整整3个时辰没有进食，早已饥肠辘辘。他双眼无神地盯着眼前的桌子，在旁人看来倒真有几分痴傻的样子。宋夫人安抚地拍了拍江迷的手背，小声在他耳边问道：阿迷可是饿了？是的，娘。贵人们还没到，阿迷且耐着性子等一等，可好？宋夫人怕他闹出笑话，偷偷地从袖子里摸出一包果脯塞到他手里。江迷眼睛瞬间亮了，他捻起一块桃脯放进嘴里，看起来十分享受。却在这时，忽然有人冷哼一声：真是没规矩！邓大姑娘莫非认得那位姑娘？没瞧见她坐在宋夫人身边吗？还能是谁？宋家的那个傻子呗。她看着一点都不傻呀，我难道还能诓骗你们不成？不信你们去试探一番。怎么试啊？听闻这姜氏最是好吃，不如咱们各自找些有趣的东西送到她面前。这些贵女当中有不少都与邓大姑娘交好，她起了头，她们自然得响应一番。送什么东西好呢？这还不简单，外面的花园里多的是虫子，随便找些来便是。这不太好吧？不过是跟她开个玩笑，试探一下罢了，又不是真的欺负她。邓大姑娘可不想就这么放弃。说完，她率先派出了自己的丫鬟。没一会儿，丫鬟便捧着一个盒子回来了，打开一看，才发现是一个支了。邓大姑娘做了表率，其余人也都跟着起了玩闹的心思，各自找了一些东西。谁先来？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目光齐齐落在了邓大姑娘身上。邓大姑娘实在是报仇心切，一心想看江迷出丑，所以就硬着头皮打了头阵。等着瞧好了。邓大姑娘绕过坐席，拿着盒子走到江迷跟前。宋夫人一看到她，立马警觉起来。宋夫人作何这般紧张？大庭广众之下，我难道还能吃了她不成？你找阿迷做什么？我瞧着他孤零零的一个人，觉着可怜，想介绍几位闺中密友与他认识罢了。宋少夫人，我带了一些零嘴，你要不要尝尝？邓姑娘的好意，心领了。阿迷脾胃娇弱，吃食上须得万分小心。然而不等宋夫人把话说完，又有几位姑娘围了过来，争相帮邓大姑娘说起话来。邓姑娘不计前嫌，肯与宋少夫人结交，宋夫人怎么还推三阻四起来了？难不成是觉得咱们不配跟宋少夫人玩在一处？是啊，宋夫人未免太谨慎了些，不过是一些吃食，难道还怕下毒不成？宋夫人是长辈，不好与这些小辈理论，加上其他夫人过来打招呼，她根本无法一心二用。我可是好些年没见着宋夫人了，夫人风采依旧不减当年啊。侯夫人谬赞了。听闻宋夫人前些时候城外遇险，可有受伤？这些夫人仿佛约好了一般，缠着宋夫人说话，让她无暇顾及一旁的江迷。江迷也看出来，邓大姑娘搞这么一出，就是冲她来的。宋少夫人，瞧我给你带了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其中一个贵女笑着展开帕子，露出里头泥巴搓成的丸子。这个是徐记新出的芝麻丸，你要不要试试？都是给我的吗？自然，你快尝尝看，好不好吃？其余人纷纷凑近，盯着江迷不放。江迷看着手心里捧着的丸子，小心翼翼地将它收进荷包里。多谢这位阿姐，收着做什么？你倒是吃啊！我想留着慢慢吃。丸子就是要吃新鲜的，放久了就不香了。就是，这可是你和家姐姐的一番心意，莫要辜负了。别怕，不够吃，咱们这里还有更好的呢。面对众人的催促，江迷不露声色，一句话转移了话题。还有什么好吃的啊？这个是马蹄糕。另外一个姑娘拿出几片树叶，递给了江迷。这是肉干。又有一个姑娘满是嫌恶地露出盒子里的蚯蚓。邓大姑娘也拿出了自己的东西，一只已经死透了的只了。这个啊，叫做酥肉，吃起来酥脆的，可好吃了。江迷漫不经心地扫视着他们各自送的好礼，心里都要气笑了。宋少夫人怎么不吃啊？是不是嫌弃咱们送的东西？江迷当然知道这是一个陷阱，所以打算将计就计。哇，这么多好东西啊，要先吃哪个好呢？江迷捏起邓大姑娘送的知了，轻扯着她的翅膀，看得周围的人一阵胆战心惊。他居然用手拿，太恶心了，果然是傻子。少废话，你倒是吃啊！邓大姑娘捂着口鼻，左等右等不见江迷下口，忍不住再次催促。可是就一只啊，根本不够分。天哪，他居然还嫌少，笑死了！这是有多馋啊，连虫子都不放过。别说了，
我快要吐了。姑娘们叽叽喳喳的，或厌恶或同情。江迷捏着芝了凑近嘴边，一副想要品尝的贪嘴样。邓大姑娘顿时两眼放光，兴奋地睁大了双眼。娘平时最疼阿弥了，阿弥要把这些好东西留给娘吃。江迷说完，就朝着宋夫人那边挤了过去。娘！宋夫人听见江迷的呼喊，连连向周围的夫人们告罪，然后将迷献宝一般，将那些装着虫子的盒子递到宋夫人面前。娘，你看看我给你弄来什么好东西啦！宋夫人瞧了一眼，吓得白了脸色，一把将盒子里的东西打翻在地。阿弥，你没碰这些东西吧？江迷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这可把宋夫人给急坏了。你吃了没有？没有，我想拿给娘吃。这些东西哪儿来的？江迷笑眯眯地回头，指了指那几位想要偷偷离开的姑娘。是那几位姐姐送给我的，说可好吃了，想让阿弥尝尝。你们简直欺人太甚！宋夫人气不过，拉着江迷就往外走。天子脚下，宫闱之内，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宋家虽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可好歹也是官绅。阿弥，走，咱们这就找皇后娘娘评理去。不过是跟宋少夫人开个玩笑，怎么还当真了呢？是啊，宋少夫人不是没事吗？就别揪着不放了，小心被人诟病心胸狭隘，同小辈斤斤计较。小辈们之间的玩闹，值得宋夫人这般动怒。皇后娘娘操持公务，怎好去打扰？宋夫人，你大人有大量，就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了。看到有人帮着说话，邓大姑娘顿时又有了底气。宋夫人莫不会连玩笑都开不起吧？邓大姑娘倒打一耙的举动，令宋夫人恨恨地捏着拳头。察觉到宋夫人情绪的波动，江迷上前一步将她护在了身后。不许欺负我娘！哟，这小傻子还护上了。傻是傻了些，但还算有良心，知道谁对她好。我们哪有？你莫要含血喷人！不就是开个玩笑，至于这么咄咄逼人吗？开玩笑吗？对，就是开玩笑。你不也没受到实质性的伤害？江迷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而后他抓起地上那些虫子，往那几位贵女扔过去。大殿内瞬间响起一阵惊呼声。啊，好恶心的虫子，快拿走！啊，好可怕！呜呜呜！姑娘们都娇生惯养，受不住这种刺激，不断的有尖叫和哀嚎声响起，现场乱作一团。真好玩！江迷，你实在是太过分了！邓夫人见宝贝女儿被人欺负，立马冲过来，一把将邓大姑娘抱进怀里。我的儿，这是怎么了？娘，他朝我扔虫子。江迷，你好大的胆子！其他几位姑娘的母亲见状也纷纷上前，指责起了宋夫人和江迷。傻子就该关在家里，既然带出来就好好看着，怎得无缘无故的欺负人？宋夫人，你怎么管教的儿媳？立马让她跪下来给我儿道歉。宋少夫人不懂事，难不成宋夫人也不懂事，不知道拦着些？不是他们说的要跟我一起玩吗？这些东西也都是他们送给我的。宋夫人看到几个姑娘狼狈的模样，这会儿倒是不气了，缓缓从袖子里拿出了手帕。阿弥，来，娘给你擦手。宋夫人，我们跟你说话呢，你耳聋了吗？别以为你儿子位居高位，就可以不把我们大家放在眼里。怎么就成欺负人了？不就是开个玩笑吗？你们是玩不起吗？他往我女儿身上扔虫子，这叫开玩笑？那你们怎么不问问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还能有谁？肯定是这个傻子带进宫来的。这位夫人莫不是在质疑御林军办事不力？我可没这么说过。在场的人方才可都瞧见了，这些东西是邓大姑娘几人亲自送到阿弥手上的，还试图哄着阿弥吃下去，是也不是？那些个标榜自己是伸张正义的夫人们，这会儿忍笑着不吭声了。一旁的邓夫人咽不下这口气，依旧在胡搅蛮缠。殿外皇帝皇后携手而来，老远就听见大殿之上吵吵嚷嚷的，不禁微微皱起眉头。总管太监连忙派人去打听了一番，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禀报给了皇帝。皇帝在听闻事情的经过后，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句：宋夫人为了给宋爱卿冲喜，当真娶了个傻子进门？回陛下，确有其事。宋爱卿经才绝艳，朕对她甚为欣赏，没想到最后竟配了个傻子，实在是委屈她了。圣上惜才，何不赐下恩典，允许宋爱卿停妻另娶？你还是不了解宋林此人，他向来秉持君子之道，停妻另娶这种背信弃义之事，他是不会做的。臣妾与外臣鲜有接触，对诸位大人不甚了解，让陛下见笑了。后宫不得干政，情有可原。说完，皇帝便率领着众人大步走向了殿内。随着帝后进场，原本还闹哄哄的大殿瞬间变得安静下来。臣子女眷们齐齐避让，下跪高呼万岁。平身，谢陛下。众人齐齐叩首，而后回到各自的座位。皇帝先是和诸位宗亲寒暄了几句，而后将目光放到了宋凛身上。宋爱卿，听闻你成亲了，宋少夫人何在？宋凛没想到会被点名，忙起身一揖：回陛下，臣确实已有妻室。不等宋凛把话说完，成王突然打了个岔：皇兄，这宋少夫人可是个妙人，皇兄不妨将其召来一见。
成王认得宋少夫人。王妃寿宴，宋少夫人曾于王府做客。成王都说是个妙人，想来是真的有趣。皇帝嘴上这么说，却并未真的下旨传唤，毕竟男女有别。皇兄，今儿个中秋，君臣难得齐聚一堂，不若叫在座的才子佳人们一展所长，为这团圆佳节助兴。成王妃和成王夫妻一体，成王是何用意？他多少能猜到一些。于是他从头上拔下一支金镶珠石点翠簪。臣妾也觉得王爷的主意甚妙，这支簪子便是臣妾出的彩头，谁若能拔得头筹，这簪子便赠与谁。成王所言极是，臣附议。听到不少朝臣跟着附和，皇帝垂眸，脸上的笑意淡了不少。既然如此，准奏。女眷这边不少规格千金都跃跃欲试，尤其是那些到了婚配年龄的姑娘家，有那胆子大的千金贵女打头阵，琴棋书画样样都有，那叫一个争奇斗艳，节目一个接一个，宛若大型联欢晚会。江迷支着下巴，正看得起劲儿，不知道谁突然提了一嘴：“不知宋少夫人可有拿手的才艺？”提他做什么啊？一个傻子哪里懂这些？就是说这话也太扫兴了，话也不能这么说，万一他会一些咱们不会的新奇玩意儿，入了贵人们的眼呢？几个姑娘一唱一和，愣是要逼着江迷上去展示。宋夫人正要替江迷出头，就见一位宫人朝着这边走来。贵妃娘娘听闻宋少夫人天生神力，觉得十分神奇，已经向陛下奏请，想让少夫人与宫中女卫比试一番。宋少夫人还请跟我去后殿做准备。万万不可！宋夫人这是想要违抗旨意？臣妇绝无此意。宋少夫人请。宫人不给宋夫人开口求情的机会，径直将江迷带走。宋夫人又急又怒，可是她根本无力阻拦，只盼着宋礼能早些察觉，在陛下面前替江迷周旋一二。江迷这边被带到后殿，被迫换了一身蓝色短打劲装。江迷倒是表情愉悦，还在镜子前转了个圈，看得出对服装很满意。一旁伺候的宫人看到这幅情形，彼此对了个眼神，很是无语。宋少夫人，请。待江迷穿戴整齐，一名内侍过来领路。此时的大殿中央已然成了比武擂台，几名武将带头，先后对阵一番，之后便是从御林军中挑选出来的精锐轮流上场，拳拳到肉的比试，精彩纷呈，引得周围一片叫好。不愧是副统领，身手果然了得，武状元也不错，都对阵4轮了。江迷被带上前时，殿内热闹非凡，他头一次亲眼目睹擂台比武，不由看得热血沸腾。宋少夫人，一会儿轮到您上场了啊！内侍指了指对面的女卫，江迷这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我的对手是他们。男人们的武斗已经结束，颁下了彩头之后，就轮到了女卫们上场。台子怎么还没撤下去？难道还没比完？没瞧见女卫们还没上场，说不定比男人们还精彩。这样的场面实属难得，不少贵夫人们都看得津津有味，甚至还偷偷开了赌局助兴。那不是宋家那位少夫人吗？她怎么也在？好像是成王妃向贵妃娘娘举荐的。她一个傻子，哪里是女卫的对手？看来是有人故意想让宋家出丑。宋岭听到耳边的议论声，这才朝着擂台看去。当江迷的身影映入眼帘时，他的眼皮子飞快地跳了跳。他下意识地看向成王，果然在对方的脸上瞥见了一抹看好戏的玩味表情。宋岭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江迷纵然天生神力，却根本不是女卫的对手。在座的不少人都有着同样的担心，尤其是坐在苏夫人身旁的苏笑笑，看到江迷一脸懵懂无知的模样，她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娘，阿弥不会武功，上了擂台只有挨打的份儿。究竟是谁在贵妃娘娘面前胡说八道？阿弥一个弱女子，哪里是那些女卫的对手？这分明就是公报私仇，蓄意谋害。你小点声！听到这话，苏夫人吓了一跳，赶忙捂住了苏笑笑的嘴。在陛下和娘娘们眼皮子底下喧哗，你不要命了？阿弥你着急有什么用？贵妃娘娘发了话，她难道还能抗旨不成？可是她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这一劫怕是躲不过去的。娘知道你与她交好，但以咱们的身份，根本就帮不上忙。苏笑笑知道苏夫人没有骗她，说的都是实话。可是她跟江迷作为手帕交，心里实在担心的不行。苏笑笑还想说些什么，就被苏夫人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安分坐着。苏夫人已然动怒，苏笑笑不敢造次，只得乖乖地坐了回去。此时擂台之上，江迷已经上场了，而他的对手身形壮硕，比他高出一个头。在场的人见到这样的差距，都狠狠地替江迷捏了一把汗。而江迷仿佛受到了惊吓，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对面的女卫见他久久没有动作，只得抢先一步抱拳得罪。女卫话落，便举起拳头朝着江迷冲了过来。江迷先是尖叫一声，而后捂着脑袋，装作十分害怕的样子，绕着擂台开始跑圈。那女卫一拳落空，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迟疑片刻之后，她拔腿追了上去，画风突然就变得滑稽起来。她逃，她追，她插翅难飞。每当女卫的拳头快要挨上江迷时，江迷总是能险险地避了过去。如此反复了几次，女卫愣是连江迷的衣角都没有碰到。随着时间的流逝，体力消耗越来越严重，女卫的动作不知不觉慢了下来。反观江迷，她一直杂乱无章地四处乱窜，一边跑还一边叫，体力好的出乎意
意料，这傻子可真能跑。是啊，好像一点都不知道累。原先听了那些传闻，我还不信呢，今儿个可算是见识到了。江迷的举动惹得下面哄堂大笑，就连高位上的帝后都忍俊不禁。宋爱卿啊，你这媳妇儿当真有趣，内子无状，让陛下见笑了。无妨。宋少夫人不拘一格，娇憨率真，能博大家一笑，已是难得。宋领拱手，眉眼低垂，眼底冷意一闪而过，一时兴起，便可以将臣子的妻子当成哗众取宠的玩物，当真是令人心寒。说话间，江迷的动作已经慢了下来，身后的女卫一咬牙，瞬间发力追了上来。别追了，我跑不动了。江迷听到身后的动静，突然停下脚步，女卫一个没刹住紧，直挺挺地撞了上来。巨大的冲击下，两人身形皆是一晃，女卫一个踉跄，撞倒了旁边的栏杆，江迷则跌坐在地，抚着胸口嚷嚷起来：不玩了，不玩了，又喘不上气了。上面的人没发话，女卫不敢停手，于是撑着栏杆站起身来，再次抡起拳头朝着江迷砸了过去。江迷吓得闭上眼睛，缩成一团。住手！得到主子示意的女卫队长大喝一声，制止了他。陛下，这一局宋少夫人胜。这个结果着实令人意外，质疑声最大的当属邓大姑娘。这怎么可能？明明就是女卫放水了，凭什么判他傻子赢？他二人都没交上手，尚未分出胜负吧？和邓夫人一样充满疑问的不在少数，当然觉得合理的也大有人在。怎么不算宋少夫人赢呢？宫廷女卫个个身手了得，却连宋少夫人的衣角都没碰到，这难道还不算输吗？是啊，宋少夫人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能坚持这么久已经不错了。平心而论，我觉得宋少夫人更厉害。阿弥真厉害。苏笑笑看到江迷毫发无伤的从擂台上下来，总算放心了，没事就好。有了江迷的精彩表现之后的节目似乎都显得平庸起来。皇帝摆了摆手，立马就有侍卫上前将擂台挪走，穿着统一宫装的宫女拖着盘子鱼贯而入，将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奉上。终于开席了，美食一上桌，江迷的眼睛都直了，恨不得直接上手。皇帝似乎对江迷格外关注，见他那副馋样，率先动了筷子。皇帝开动，底下的臣子们才敢拿筷子。宋夫人偷偷将自己那份红烧肉挪到江迷面前，小声哄着：吃吧，娘年纪大了，要忌口。江迷虽然重口腹之欲，却没动宋夫人给的那盘肉。连一盘肉都要推来推去的，宋家当真穷困潦倒到连肉都吃不起的地步了。娘，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酸味啊？确实是挺酸的。是有人上了茅房没洗手吗？或许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忘记漱口也说不定。你有什么好张狂的？宋夫人懒得搭理邓夫人，夹起一块肉喂到江迷嘴边。阿迷乖，张嘴。江迷实在推脱不过，只得接受了宋夫人的好意。看到宋夫人二人把她当空气，邓夫人拿起桌子上的酒壶就朝他们扔了过去。你妈！因为动静闹得有些大，不少人朝着他看了过来。邓夫人这是做什么？殿前失仪，该当何罪？女官的呵斥终于让邓夫人回过神来，见高台上的贵人们露出戏谑之色，邓夫人顿时吓得面无血色。邓爱卿，举其当取贤。皇帝本不该过问臣子的家事，可邓夫人着实是没有规矩。邓侍郎吓得心惊肉跳，慌忙跪下来请罪。微臣惶恐，微臣回去之后一定严加管教。邓侍郎恨铁不成钢地瞪了邓夫人一眼，想要休了他的心越发坚定。宫宴之上，尔虞我诈，需要时刻保持惊醒，哪有心思用膳？就算是江迷，都只混了个半饱。从宫里出来后，宋夫人便命车夫直奔醉仙楼，等大快朵颐一顿，江迷的心情才好了起来。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一切，还是很惊险。穿越到古代着实难办，尤其是身处在臣子家，行差一步就在劫难逃，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以后江迷的路更需要小心谨慎，努力扮演好一个傻子。